听说你们拿了我的东西。什么你的东西？小月把我的东西找出来带走。站住，给我拦住他！这院子里的东西你敢动一下，本夫人就把你杖毙。思月根本没有理他，谁拦着他打谁，就算平阳公主喊来了侍卫都不是思月的对手。主子您坐。于是白三三就跟一尊小佛爷一样，乖巧地坐在院子里，坐着梅心院的椅子，吃着梅心院的点心，等着思月。三小姐进去好一会儿了，我都看到好些护卫都被喊进去了，三小姐不会有事吧？应该不会吧，我刚刚听到的好像都是院子里那些婆子丫鬟们的惨叫声。三小姐身边的丫鬟如此神勇，三小姐应当不会有事。现在什么情况了？嘘嘘嘘，别暴露。香叔，打起来了，打起来了！三小姐身边的四月姑娘太厉害了，一巴掌就把那张婆子扇出来了。看看，我就说吧，四月姐姐就是厉害。那三小姐呢？不知道啊，我都没瞧见。希望三小姐不要出什么事才好啊！现在好不容易赤煞症好了，还是一样被欺负，真是没娘的孩子像根草啊！白三三，你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我以前经常被劈，习惯了。反了！来人，给我把这个孽女抓起来！起来呀，快点去打她！起来啊，没用的东西！主子，东西都找完了，一个不落。你放下，那是我的东西，不许拿，那是我们的。思月冷冷瞪了白双儿一眼，白双儿心里一咯噔，立刻不敢吭声了。我一向最讨厌别人抢我的东西，若是有下次，我就杀了你。他说要杀了我，这几个字一点都听不出孩子玩笑的意思，他说的是真的。他真的会杀了我。你这人看着面熟。主子，是臣下。原来你到这里来了。明明我在三小姐身边伺候了这么久，怎么说也应该有情分，这短短时间我就成了陌生人，如此不在意我。当他俩走出梅心院，四月拿的是什么？怎么看上去三小姐和四月好像一点事儿都没有？夫人难道通情达理的把东西都还给三小姐了吗？要知道那可是梅心院呢，是如今夫人的地盘，夫人可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三小姐带着人进去闹事儿，就这么被放出来了。毕竟三小姐如今赤煞症好了，也是个讲道理的人了嘛。三小姐年纪小，还是十分会处事的嘛。我对三小姐的好感真的是蹭的上涨啊。可我刚刚分明看到好多人进去了，会不会三小姐他们进去把人都给打趴下了，直接把东西给拿回来了？去一边去！三小姐是那种会一言不合就喊打喊杀的人吗？没见平日里三小姐多乖巧吗？祥叔怕是忘了前段日子夫人带着人大闹兰心院的时候发生的事了。白旭安晚上从宫里回来的时候就觉得府里的气氛不太对，他逮了一个下人来问，下人却摇了摇头表示什么都不知道，直到他把祥叔逮过来。哎呀，今日三小姐去梅心院找夫人了。三三去梅心院做什么？这小的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回老爷，前两天啊，宫里赏赐给三小姐的东西基本上都被夫人搬进了梅心院，送给了二小姐和四小姐，所以今天三小姐去梅心院把东西要回来了。你的意思，夫人把她原本赏赐给三三的东西全都拿到了梅心院去了？在福公公来那日，夫人便命人搬过去了，说是既然是赏赐给三小姐的，便是赏赐给相府小姐们的，如此也是赏赐给二小姐和四小姐的。三三那么小，又没有娘亲，无人护着，以前就经常受苦，如今连一点赏赐的物件都被人截胡，真的是让人火大。阔步一迈，便怒气冲冲的直接去了梅心院。三三在院子里一边吃着零食，一边看着四月练功的时候，白旭安正在梅心院责问，不过一会儿那边就哭成了一片。据说在夫人委屈的又哭又闹的时候，老爷就已经头也不回的走了。而在老爷走了之后，夫人一改之前的委屈，又开始砸起了东西，惩罚了下人。妹妹怎么还不出来？少爷，三小姐一向起得晚，要不您先去，都快早课了，若是去晚了，先生怕是要说了。说就说，等三三要紧。我让你准备的零食都准备好了吗？等会儿记得塞给三三，免得他在书院上课的时候饿了。回少爷，都准备好了。妹妹，快来！二小姐，蹲下。臣下听话的蹲下来。二小姐，本小姐想打你就打你，闭嘴。臣下暗暗咬牙，却又不敢说什么，提着东西低着头继续跟了上去。白子轩和白三三虽然都在白鹿书院，但因为年纪不同，所学的东西和教书的先生也不一样，所以教书的院子也不一样。白子轩在天字院，而白三三在黄字。子轩，我刚刚好像瞧见你妹妹也来书院了。是又怎样？你看我也没带什么见面礼，就这贴身玉佩，就当做是送给三三的见面礼了。你当哥哥的帮我带给三三妹妹可好？那也是我妹妹，哪有女孩子收外人贴身物件的？这不坏我妹妹名声吗？再说了，爷爷可说了，三三若是以后长大了是要给我当媳妇儿的，哪能收别人的东西？不错，我妹妹还小，你一个到处沾花惹草的，送我妹妹贴身玉佩不是惹人闲话吗？
我也没拈花惹草啊，是那些小姑娘自己想多了罢了。我也就是单纯想送33点东西，没别的意思啊。怎么这两人就跟防贼似的防着我？你们知道那南诏公主也来书院了吗？你是说玉竹公主？是啊，陛下将她放到书院来了，暂时放在皇子院。听说此次南诏前来下朝，便有不轨之意，使臣之死更是蹊跷，遂留下了玉竹公主在下朝，但他国之心不得不防。家父也正有此意，让我在书院的时候多注意着点。侯爷多虑了，既然陛下将她放到书院来，那必然不可能没有设防。说的倒也是，我家那老父亲当真是老糊涂了。皇子院，白33呢？先生，白33不在，他逃学了。啊？他什么时候不见的？竟然敢逃学！来人，去找找这小丫头在什么地方，带回来。殿下，今儿白3小姐去书院了。她去学院了？是啊，殿下，随着白2小姐一起去的。玉竹公主也在书院。看来陛下当真是不知道该把这玉竹公主往哪儿放了。小丫头也开始上学了，也不知在书院里会怎么样。你一个小小弹丸之国的破公主，凭什么来白鹿书院？你就是母妃说的小狐狸精吧？哼，果然长得就是一副狐媚样。皇兄，你看他那什么眼神呢？竟然还敢瞪着我！你是什么公主？你就是一个没人要的低贱货子，给本公主提鞋都不配。不错，你给我妹妹提鞋都不配，你也配成公主？看着玉竹娇俏美艳的模样，心里也起了色心。别动，想伸手对玉竹做点什么，但玉竹抬手便打开了他的手，他一脚便将玉竹踹倒在地。你还敢还手？反了你了！吵死了！可在他声音响起的同时，一阵风忽然猛地刮了起来，而八皇子他们已经被这风吹得直接飞了出去。在他们疑惑的时候，一道白色的身影忽然轻飘飘地落在了他们面前。你，白相府的，好漂亮的小丫头。难怪前2天老听太子提起，说皇妹里怎么就没这般讨人喜欢的。在场除了玉竹，根本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刚刚突然出现把自己掀飞的狂风跟白33有关，只当是突然刮了一阵风。聒噪！白3小姐，你在这里做什么？师姐，我听说太后娘娘可喜欢这个丫头了，还赏赐了她好多东西呢，不就是个傻子吗？可不是，傻子怎么能当嫡女？相府嫡女就应该是双儿妹妹。睡觉，在这里睡觉？他刚在哪儿睡呢？白33被吵醒，打算换个地方睡。不许走！他可不能就这么让白33离开，到时候万一他出去乱说被父皇知道了，父皇岂不是要治他的罪？白33本来被吵醒，心情就不太好，被八皇子一拦，一记袖风便将他扇飞了出去。白33，本公主劝你别多管闲事，不然本公主告诉父皇说你和南诏公主私通，治你的罪。就是你还敢打八皇兄，你不要命了你？那就一起打吧。白33，你敢打本公主，你不要命了！玉竹看着白33走近，眸光微深，一股奶香拂面，玉竹只觉得肩膀忽然一紧，整个人便已经悬空脱离了地面，飞了起来。血！可恶！白33！白33提着玉竹在一处无人的地方落下。以33的性格，只要是与他无关的事儿，他都不会插手。只是刚好他才睡醒，还有起床气。若是这个时候让他别多管闲事的话，那他还就非管不可了，因为不爽。谢谢你。原来是男孩子。他紧紧拢起了眉，警惕地盯着白33，眼底也浮现出了一丝杀意，身上也渐渐露出了修行者的气息，即便十分微弱。不要不自量力。没想到第一个发现我伪装的竟然会是你。我知道你很厉害，那只会吃人魂魄的怪物就是你带走的，我说的对吗？小魂懒懒地打了个哈欠，看来主人没打算让他吃掉这个家伙。他化作一团黑影，倏地消失在了33雪白的脖颈处。消失了？是，又如何？你会说出去吗？与我何干？我也不会把你的事说出去的。弱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认为自己注定是弱小，若是不想被欺负，那就变得强大好了。玉竹看着他的背影，幽深的眼底出现一丝和他年龄不相符的复杂。等到他转身也准备离开的时候，忽然又响起了他熟悉的声音。你知道皇子院怎么走吗？我带你去。好。他本来是在上课的，但是那老先生讲课着实无趣，而且所讲的东西对他也无用。为了不影响其他人上课，所以就出来睡觉了。你是怎么出来的？先生不管吗？他们念书都闭着眼睛。你叫白33？你多大了？好像5岁半了。我10岁半，刚好比你大5岁，发育的很快。主子您去哪儿了？方才我瞧见皇子院的人在找您。先生您看，白33在那里。白33，今日是你上书院的第1日，跑哪儿去了？这可是相府的小姐。
若是失踪了，我可担待不起。去睡觉了。咱们书院有书院的规矩，上课期间逃课就该受惩罚。过来，今日我便打你3下，让你引以为戒，树立规矩。白双儿心中暗喜，等着看好戏。在先生训斥白三三的时候，白子轩也正往这边赶。这好像小丫头看着也挺小，打下去不会有事儿吧？要不我轻点儿，随便教训一下得了。三三乖巧地伸出手，好像白三小姐这么小的孩子还不懂事儿呢，听不懂逃课也正常，没规矩以后慢慢教就好了嘛。可是这么多人看着呢，不行，我还是得立个规矩。玉竹面色微冷，虽然拢了下眉，但并未做什么。打吧，主子。为师也是让你长个记性，既来白鹿书院念书，就要守这里的规矩，不守规矩就要挨罚，明白吗？主子。白双儿忍着笑，等回去之后，她要告诉爹爹娘亲，白三三今儿上书院逃学，挨先生打了，看爹爹还喜不喜欢他。先生，三三还小，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嘛。三三疼吗？没事吧？不疼，真的不疼。三三是实话实说，但在白子轩眼里就成了三三不想让他们担心，所以故意这么说的。先生，家妹还小，诸事不懂，许多规矩也不知道。第一天上学院，若是有不守规矩之处，还希望先生见谅。若是先生要惩罚，还请让子轩带家妹受罚。傅先生息怒，您看，您若是要惩罚，那便惩罚白子轩吧。兄长带妹妹受罚也是应该的。乔三儿丫头多小啊，若是打坏了，宋国公不得找您来说理吗？这话说的没毛病。罢了，念在白三三今日是第一次上学，又年纪尚幼，又有人为你求情的份上，今日便到此为止。若再有下次，定不轻饶。多谢先生。白三三看了看他们，不明所以。明明打2下就能解决了的事情，他们为什么要弄得这么复杂？什么？你说今日三三在书院里挨先生打了？而且还听说三小姐今儿逃了1天的课，还打了8皇子和10公主、13公主，2位公主哭闹了好一通，据说已经闹到皇上那儿去了。那丫头若是不招惹她，她是不会无辜伤人。那个三小姐尚小，犯错嘛，也是在所难免。先生小小的惩罚一下也无伤大雅，她不会犯错。虽然三小姐的确与寻常人家的孩子不太一般，但是个人都会犯错嘛。书院里有书院的规矩，我说了，她不会犯错。我怕再多说一句，殿下就得拿剑砍我了。三小姐挨罚是因为逃课，被先生惩罚了，如今已经下学回相府了。你还在这里做什么？早了，三儿受伤了，你还不去相府看看？就被书院先生打了一下，怎么就叫我这御医去了？而且我还是太医院里最难请的御医，也不是谁都给治的呀。但看到萧杰的神情，他屁股就跟针扎了似的，马上站了起来。我现在就去。安中见蔡吉走了，又看向萧杰。殿下，明日把奶给三三送到书院去。是，以殿下的名义去书院给三小姐送东西，这不是要吓死书院里的先生太傅们吗？那谁还敢打三小姐？还有，去让厨子多做点零食点心，稍后给相府送过去。小丫头第1天上书院就挨了打，得吃点好吃的哄哄才行。也不知道小丫头疼不疼，若不是总去相府，恐怕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都想自己去亲自瞧一瞧了。娘亲，今天白三三在书院挨打了。挨打？怎么挨打了？那当然是因为不听先生话挨打了呗。说，到底怎么回事？陈夏立马跪在地上，一五一十地把今天书院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平阳。另一边，白子轩是陪着白三三一起回到兰心院的，他把三三的功课一点一点摆好，书桌也收拾得妥妥当当的。大少爷，这些我来做便是了，不需要您亲自动手。不，三三的第1次功课，我要亲自给他弄好。你看，三三手短，这样摆设才方便他那笔。他腿也短，这样方便踩着小凳子写字，若是累了还可以坐下休息。大少爷处处都是为着主子的方便着想，可是怎么听着这么别扭？老爷，蔡御医来了。蔡御医来做什么？说是来为三小姐诊治，人已经到了，小的已经让人领去兰心院了。诊治并不是好了吗？莫非痴傻症又犯了？这小的就不清楚了。奇怪，蔡御医到底在给三三看什么？神神秘秘的。少爷若是着急，可先行回自己院子，有什么消息到时候我会通知您。四月，你既为下人，却为何只在三三面前称奴？你可知在主子面前自称我是何罪？我只与主子之间是主仆关系。三三说话便是这个调调，你可别跟三三学，冷冷淡淡的，一点都不好。你要让三三多笑一笑，多说说话才是。是，你想说什么？三小姐，还记得我吗？眼熟。三小姐从斗兽场回来后不久，便是我为三小姐诊治的。我姓蔡。啊，你是蔡吉？蔡吉。那日在集贤楼门口，我们也是见过她，不知道三小姐还有没有印象？三小姐的马车从集贤楼下边路过，还跟云州小柿子的撞上了。
三小姐的掌心还疼吗？没疼过啊，感情三小姐连疼都不疼啊！这是玉骨雪花膏，是上好的外伤药。若是三小姐以后哪里磕着碰着了，便用这个，定不会留疤。不知三小姐可否让我再一次把脉？把脉。他眉头开始紧紧地皱了起来，旋即又松开来。怪事啊，三小姐可还记得上一次我曾说过你的心脏似乎有些古怪，我把不到你的脉搏，难道以前就没有郎中发现吗？其实白三三每一个残魂所占据的躯体本身都是身体健全的，但当他跟自己残魂融合占据这个身体以后就会没有了，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个身体已经是他了。他一直都知道自己胸口的位置缺了什么，但因为对他来说没什么影响，所以从来便没怎么在意过。如今从这个人嘴里听来，莫非自己是失了心？无心怎可没关系？天地本乃阴阳一体，阴阳兼五行，五行合阴阳，而五行又对应五脏，缺一不可。五脏便等同于阴阳五行，缺失任何一个，便是阴阳失衡，五行不全呢。罢了，说这些，三小姐怎么可能听得懂？无心或许是我的医术不精，一时还查探不出来什么。对了，三小姐可否有觉得身体不适？胸口痛。胸口痛？胸口不就是在心的位置吗？看到一样东西的时候会痛。看到一样东西的时候会胸口痛，这是什么毛病？那你之前见过这样东西吗？正常来说，若是看到一样东西会产生一种身体上的本能反应，大多数情况下是应激反应，也就是在此之前你本身便与这个东西有过渊源。但三小姐还这么小，怎么可能呢？而且也不知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三小姐可否告知您看到会心痛的到底是什么呢？剑？该不会是三小姐被这把剑给捅过吧？蔡吉被自己这个想法吓了一跳。但我不讨厌。事实上他并不讨厌那把剑，只是看到会胸口痛，觉得会有危险，便想要毁了它。若是有渊源，那也应当很久很久了。蔡吉抬起头看着眼前的白三三，忽然感觉眼前的孩子根本不像是个孩子，虽然那眼中依然是如婴儿般的澄澈，可却有种仿佛经历千万年的通透清明，足以净化这个世间一切的污秽。蔡御医。白雪安直接走了进去。爹爹，相爷，不知三儿是出了什么事了，需要劳烦蔡御医亲自跑一趟，莫非是痴傻症又复发了？那倒不是，是战王殿下听说三小姐受伤了，故托臣来瞧瞧三小姐。受伤了？受什么伤？蔡吉沉默了一阵儿，然后看向了白三三，这话让他一寓一说，还真不好说出口。就这掌心的印子，若是他再晚来个一会儿，这红印子都消失了呢。爹爹！白双儿从院子里跑了过来，但人还没过来就被四月给拦住了。让开！你个下人也敢拦本小姐？放肆！主子说过，若是来兰心院闹事，来一次打一次。怎么，本夫人好心带东西来安慰一下三儿，反倒被你一个婢女说成是闹事儿？安慰？这个女人分明没安好心。安慰？出什么事情了？平阳公主也带着白双儿直接走了进去。四月暂且没拦，但目光还是冷冷地注视着平阳公主的背影。听说今天三儿在书院挨了先生打，想着三儿是第一天上书院，又还小，担心他会厌学，便带着双儿过来瞧瞧。老爷说的对，三儿着实还小，娘亲又不在身边，自小便吃了不少苦。老爷这几日不理妾身，也让妾身想明白了，妾身今后必会把三儿当成亲如己出，好好教导。挨打？三儿今天在书院，怎么会挨先生打？此时便是相府的家务事了。蔡吉告辞，打了声招呼之后便离开了。妾身也不知，还是双儿回来与我说的。双儿将书院的事告诉爹爹。平阳公主这不是故意让爹爹知道三儿在书院逃课的事吗？若是爹爹知道，以爹爹铁板规矩的性子，三三怕是又要受罚了。果然没安好心。白双儿立刻添油加醋的把三三在书院逃课的事儿告诉了白雪安。三儿还小，第一天听不进去也正常，不过上课逃学怎么也是不好的。好歹三三也是相府的小姐，传出去多不好听。你今日逃课挨先生打了？双眼无辜地看着他，白雪安一看到这样的三三，怔了片刻，旋即又故作威严，冷冷道：你今日饿了？饿了那就吃吧。不是要教训白三三吗？奇怪，爹爹为什么不教训白三三啊？又是你今天又是来找打的吗？三三怎么说话的？小月。四月立刻走了进来。李嬷嬷，这是夫人特地为三小姐准备的一些补品和点心，担心三小姐在书院受了训不高兴，特意带过来的，带来给三小姐的。三小姐不是说饿了吗？还不去吩咐厨子弄吃的？四月没有看白雪安，只是冲着三三点了下头，旋即下去准备吃的。老爷，战王府又来人了。来做什么？是给三小姐来送吃的。又来了。战王殿下怎么跟粘着我家三三不放了似的？是不是想喂熟了好拐走？
战王殿下怎么知道三三饿了？来的还真是及时。战王殿下到底跟白三三什么关系？这么宠着他？娘，你怎么不说那白三三呢？明明他在书院挨罚了，为什么爹爹不骂他？你就乖乖给我好好念你的书，以后少去管兰心院的事，也少管白三三的事，知道了吗？今天娘亲是怎么了？为什么不管白三三？二小姐只要听夫人的便是，只要你好好听夫人的，以后这相府嫡女的位置啊，就是二小姐的。真的吗？看你死丫头，还能嚣张到几时？主子很喜欢吃的战王殿下差人送来的食物。而桌子上，小魂也在吃着三三吃剩下的食物。小月做的也好吃。四月笑了一下，若是要变强，还是得让你多吃一些魂魄才行。小魂听到能吃魂魄，一下子就翻坐起来，一脸的期待。但即便是魔，生在菩提树下，也能悟到自度成佛。你即在我身边，我便教你修行之法，如此若是无魂可食，也能自己修行了。什么？相府那三丫头在书院打了老八和小十、小13？可不是嘛，臣妾听说小13回来还跟他母妃哭鼻子呢，身子都摔肿了。皇后娘娘还笑，感情被打的不是你的孩子啊！唉，没想到这相府的白小三儿虽然出身名门，第一日上书院就做出这种事儿来，也不知这相府是怎么教的。上回哀家瞧这小三儿乖巧的不得了，倒不像是会打人的，怎的还把比他年长的皇子公主给打了？还请太后娘娘为我皇儿做主，臣儿骨头都断了一根，就是白小三儿下的狠手，小小年纪便如此歹毒，日后长大可还了得？我臣儿也不能平白受这委屈。什么？老八的骨头都断了一根？是啊，老八还不肯说，臣妾是问了小十和小13才知道的，就是相府那个白三儿干的。太后娘娘，您可要为臣妾和臣儿做主啊！也是，不管怎么说，皇子公主都是皇家子嗣，这白小三年纪这么小就能干出这些事，确实当好好教训一下。皇后所言也有理，不过小孩子之间的事儿，哀家这把年纪了，不宜出面。不过哀家倒是想看看那丫头是不是当真如此跋扈。传哀家口谕，命相府的三小姐明日进宫一趟。不过若说做主，哀家说了，哀家也不宜出面，这后宫之事啊，也是皇后在打理。若是你们有什么诉求，找皇后娘娘说即可。不管怎么说，她也是相府的千金，战王又对这孩子喜爱的紧，听说这些时日也总是命人给这孩子送些好吃的过去，所以可不能听风就是雨的，还是得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否则既得罪相府，又得罪了战王。母后说的是，臣妾定会掌握分寸。太后说了这么多，不就是想护着白三三吗？但既然进了宫，就凭白三三干的这些事儿，太后也不至于当睁眼瞎，到时候再好好处置一番白三三便是。很快皇后娘娘就带着人告退离开了。太后娘娘，这宫里的事儿，皇后娘娘带着人往您这边跑做什么？可不就想收拾那三丫头呗，但三丫头背后有战王宠着，那几个妃子又没那个胆子，便只能找到皇后。唉，这皇后啊，本就对那三丫头不喜，想要借此机会收拾那三丫头，便捅到我这儿来了。哀家估摸着呀，皇帝那儿也不安生。皇后娘娘为何不喜白三小姐？还不是因为小慈那个丫头，这三丫头简直和她娘亲长得一模一样。宋小姐，徐嬷嬷是有印象的。宋小姐出身武门，和寻常女子不同，武艺高强，无人敢招惹。若说起来，当初似乎皇后娘娘还不是皇后的时候，也挨过宋小姐打呢。哼，若是三丫头当真打了人，还真是跟她娘亲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了。皇帝当初看上这丫头的时候，他是不允的，因为他知道这样的丫头若是当了后妃，必然会后宫大乱。恰好宋丫头又和当初年轻的丞相两情相悦，双方说好了亲事，皇上才没法插上一脚。可是太后娘娘不是说那三小姐都把八皇子骨头都打断了一根吗？哼，这些后宫里的妃子啊，说什么不是添油加醋说的。你说就一个5、6岁的小丫头，怎么就能把她一个13岁的男孩给打断骨头了，还能把10公主和13公主给打了？你觉得这合理吗？徐嬷嬷想了想，好像是不太合理。当真有此事？后宫里正在为这事儿找太后娘娘闹呢，且太后已经传口谕，让白三小姐明日进宫了，所以此事应当不会有假。这事倒是稀奇呀，那小丫头是怎么把老八他们给打了的？我怎么都想象不出那呆头呆脑的小丫头打人的模样。如此，明日朕倒也要去看看那丫头了。下朝皇宫此时又迎来了2位尊贵的客人。见过下朝陛下。前日收到2位信物，本以为还要过几日才到，
没想到这大晚上的就到了。我等修行之人，不觉天地日月变化，若是来的时间不当，还请陛下海涵。眼前这2个男人正是九州大陆最大的一个灵修门派天玄门的人。设宴，为贵客接风洗尘。设宴。月色高挂，三三正躺在兰心院的屋顶上睡觉，他的身体正在融合中，这也是他的最后一个身体，是打算修炼成神体的，所以便需要吸收天地之间的自然之力。因此这段时间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干脆直接到屋顶上来了。忽然一道身影落在他身边，紧接着一袭温暖扑上了他的身子。三三身子动了一下，发出一声软软的嘤咛，或许是盖上了东西，让他下意识地扯下身上的东西，翻身的动作也变大了。忽然三三身下一悬空，整个人直接滚落了下去。小姐心中一紧，身子紧跟着三三一起飞下。在三三的身子刚跌下屋檐，快要滚落到地面的时候，一只手稳稳地将他抱进了怀里。战王殿下。四月警惕地盯着萧杰，正要说话，但对面戴着恶鬼面具的男人却忽然抬起头，冲着他轻轻做了个噤声的动作。萧杰身子一旋，又飞上了屋顶，将三三放回了原来的位置。三三一直喜欢睡屋顶吗？是，主子最近一直都喜欢睡屋顶。其实主子也喜欢睡床，不过主子说暂时先在外面睡一睡，过几天再睡到屋子里去。听主子的意思，可能是主子有什么要突破或者变强了，自然要多吸收点自然之力，免得身体受不住。那以后记住，给他盖上被子，夜深露重，免得着凉了。是，其实他给主子盖了，只是不知道飞哪儿去了。什么？这战王给相府白三小姐送吃的？傅先生，你不知道吗？据说这战王殿下宠相府三小姐，宠得不得了，没想到连吃的都亲自送到书院里来了。那昨天我还打了白三小姐呢，战王殿下不会找我的麻烦吧？那战王殿下派来的人还有说什么没有？有说的，说是三小姐年纪还小，刚上书院，希望先生们多多担待。听这话说的，怎么感觉白三小姐倒像是战王府的人了？而这一天，书院里也发生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儿，比如没过多久，傅先生就被一个掉下来的马蜂窝里的马蜂给蛰了。比如10公主和13公主2人一起在书院池子边玩的时候没踩稳，一不小心掉进了池子里。玉竹看到这一幕，勾唇冷媚地笑了一下。她走到一棵树下，抬起头看着树冠，树上的小女孩手里抱着一个葫芦，正在熟睡。她嘴角忽然咧开一抹恶趣味的笑意，身子一动就飞身上了树冠，轻手轻脚的想从三三手里把那个抱着的葫芦给偷过来。玉竹捂着肚子抿了下嘴儿，看着白三三没说话，那小眼神似乎有点委屈。你要做甚？三三，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奶。你今日又不去上课吗？不去，无趣。玉竹跟三三走近了一些，在他面前蹲了下来。玉竹忽然伸手捏了一下三三的小脸，玉竹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不做什么，就捏一下。三三也没从他身上感觉到危险，所以这点小事儿也不会去计较。白三三，你好烦。三妹妹，三妹妹。这个声音白三三倒是认的，他飞身直接朝着声音的方向飞了过去。三妹妹，你不要夹着屁股说话。你不要夹着屁股说话。这三妹妹简直就是宝藏啊！刚刚你找我？是啊，刚才去皇子院找你，没找到，就出来找你了。你又逃课，就不怕挨先生的打呀你？你哥哥今天不回家，要留在书院完成先生给他的课题，所以让我来告诉你一声。不过呢，我是可以离开的，所以不如让云州哥哥送你回去。要送也是我送，三三也是我妹妹，什么时候轮到云小世子送了？要让哥哥送你回去吗？这宋家和白家的人怎么都一个德性啊？想让哥哥送你回去，那你就要听哥哥的话，以后不许跟不熟的人搭话。三三表示他好像也没说什么吧。走吧，哥哥送你回家。嘿，合着我就吃亏在不是哥哥这上面。三三，以后不要和别的男孩子说话。为何？因为你以后是要嫁给我的。然后在三三下车的时候，忽然把自己的贴身物品弯腰塞进了三三手里。回府。这马车离开的匆匆，就跟逃命似的。主子，他对你做什么了吗？不然这宋少爷怎么忽然跑得这么快？莫非是怕挨主子打？这人好生奇怪。但主仆刚回府，就正好遇到了宫里的来人，是来接三三进宫的。宋燕回到家，就直接回到了自己院子，一个人练武练了好久。相公，你没觉得今儿燕儿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啊？有什么不对劲呢？我刚听小厮说燕儿刚送三三回家去了，
虽然三三还小，但我看燕儿倒是真上心了，可就紧着这小媳妇儿呢，生怕被人给拐跑了。别瞎说，三三还小呢。那你还想不想让三三回来咱们宋家来了？唉，我可怜的小三三，在白家吃不饱穿不暖的，又没有娘亲，爹爹不爱，多可怜呐！是啊，我这外孙女在白家看来吃了不少苦，可不能留在白家了。殿下，属下刚收到消息，白三小姐被太后召进宫了。什么时候进宫的？就在刚刚。还有一事，殿下，那2位贵客也都还安排在宫中，陛下差人来问问您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告诉陛下，并非是冲着夏朝来的，让他不必担心。明白，属下这就让宫里的人把话带回去。慢着，本殿亲自去。是，属下这就去安排。这本小札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今日采药之时，不慎跌落悬崖，甚得恩人所救。恩人不仅救吾于危难，更授吾以医道之术，方知医道之术亦可修成大道。再见恩人，却见恩人胸口淌血，探知惊觉恩人竟已无血，虽不知是何缘故，但为报恩，吾倾尽所有将恩人救活。哎呀，关键时刻怎么给我卡住了？他继续往后翻，在最后一页竟还有一行字和一张画像，还是一张女子的画像。这莫非就是老祖口中的恩人？老祖所救的恩人也是无心人，虽不知道是何缘故，但是小札的最后看起来，恩人还是活着的。老祖终其一生也未追上恩人的步伐。在我的印象里，自己的祖辈是有仙缘的，莫非恩人是神仙不成？老辈既已是修行者，且已有渊源，那所说的大仙必然是跟普通人不同，所以很有可能这个恩人并非凡人。哎，罢了，以后再研究，等下次回家族里去问问老人们。哎，也不知道白三小姐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的就能这般奇怪，没有心跳却还能好好的，这若是说出去，只怕是要当成妖物了吧。白三小姐，永和宫就在前边了，您能否走快一点呢？再这般走下去，天就要黑了。你是要我走快一点吗？是的，三小姐，您看天色也不早了。那你不早说。他还以为不赶时间，所以就沿途观光了。明明像是往前只走了1、2步，可人却瞬间消失在了宫人面前。三小姐人呢？紫月微扬了一下下巴，往前示意。这三小姐怎么那么快？是怎么过去的？不是要快点吗？怎么的这么慢？发生什么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赶紧的，给三丫头倒水，可别噎着了。徐嬷嬷连忙上前倒水。谢谢。三小姐客气了。三丫头饿了？刚回家，还没吃饭就过来了。来人，去吩咐御膳房准备晚膳。是。三丫头今日去书院了？去了。你找我来有事吗？那哀家且问你，你可要如实回答。你问。昨日你可有在书院打人？打人？昨日主子什么时候打人了？莫非有人找太后告状？白三三想了想，他昨天没打人，倒是扇了一个人，起因好像是他们不让自己走，扇飞的应当是个小屁孩，男的，所以他很肯定地说，昨天我没有打人。秀风扇飞的怎么能说是他打人呢？听到三三的回答和他这么肯定、认真、软萌无害的小模样，太后可以肯定这件事儿一定是那几个妃子和皇后在添油加醋了。这个皇后真是心眼小，都这么多年了，还记恨着三三娘亲，真是个小可怜儿啊！发生什么事了？怎么眼前这老奶奶忽然就哭了？我怎么就可怜了我？太子殿下，您看什么呢？今儿相府的白三小姐要来，知道吗？奴才知道。那你知道白家小三前2天打了老八吗？还把10妹和13妹也给欺负了。奴才知道，这事儿宫里都传遍了。那你觉得老八母妃能善罢甘休吗？那必须不能。八皇子的母妃是出了名的难惹，而且据说早就已经闹到皇后和皇上那儿去了。这御花园呢，是通向各个寝宫的必经之路，本殿就在这坐着看个热闹。皇后娘娘，您可要为臣妾做主啊！皇后娘娘，太后娘娘也喜欢那白家三小姐，你这是在为难本宫不是？可我皇儿如今还在寝宫里痛着呢，这件事臣妾不甘心。现在白三三在永和宫做什么呢？刚刚还在跟太后一起用膳呢，现在俩人在下棋。我还以为太后叫白三三进宫来是教训他呢，现在怎么又是用膳，两人又是下棋，这是叫进来玩的吧？没想到太后偏心宋小慈的女儿，偏心到这种地步了。这你可瞧见了，太后娘娘可是喜欢这丫头的。说是现在找上门去问罪，你觉得太后可乐意？不过你又何必那么蠢的特意找上门碰壁呢？这白三回去的时候，身边可也就一个伺候的丫头，路上找她好好问问，不就跟太后娘娘错开了吗？臣妾醒的了，多谢皇后娘娘提醒，臣妾这就去，臣妾告退。
你若是想不出来，认输即可。三丫头困了吧？也是，这会儿天色也不早了，不如先回相府吧。好。来人，送白三小姐出宫。三丫头，若是有时间，便多来宫中走动走动。哀家瞧与你也有缘分，日后若是有什么，跟哀家说便是。白三三没说话，只是看了太后一眼，便转身带着四月离开了。白三三不会骗人，所以他没说。他不会经常来宫里走动，也没有来的必要，所以就没有回答。这孩子，看来吃傻症也并没全好。虽然棋艺好，可反应却有点慢。方才我说的话，恐怕这三丫头都没反应过来。这丫头棋术也不知是跟谁学的，年纪小小竟以这般精湛，莫非是白丞相？站住！哎，拦住白小三的人果然是八皇子的母妃和10妹13妹的母妃。完了，白小三这么点大，身边就带了个丫鬟。若是丽嫔非要为难白小三，本宫要不要出去帮忙呢？战王兄与白三三亲近，父皇从小便让我同战王兄多走动，关系也搞好点，自然对白三三也应该多照顾一些。所以若是白小三真受了欺负了，我作为太子还是理当出面的，说不定还能蹭上一个战王兄的人情。更何况白家小三长得这般弱小又软幼，真是让人有保护欲啊。又是来找主子麻烦的人。你就是白三三？这也不太会像是打人的人，怎么会打皇儿？莫不是因为他是个傻子？对，之前就听说白家三小姐是个傻子，前段时间吃傻症才好了点儿。而且傻子就喜欢打人，看眼前这白三三傻头傻脑的样子，估计那吃傻症根本没好全。哼，一个傻子也敢打我的皇儿？你找我有事吗？没事就让开。好你个白三三，你说是不是你打的我家辰儿？不认识，没有。还敢狡辩？不过一个臣女也敢对皇室子嗣动手，还撒谎，如此蛮横无理的丫头就应当教训教训。就是丽嫔姐姐，这丫头仗着年纪小为所欲为，冒犯宫规，应当好好处置。走开，不然我叫小月打你。哼，白三三，你可知这是什么地方？在宫中如此放肆，你可知该当何罪？小月，你们竟然敢打我！白三三，你好大的胆子！夏帝和萧杰刚走进御花园，准备去永和宫的路上，就听到了丽嫔的声音。两人神色都变了一下，脚下的步子也多快了几步。这是发生什么事了？这不是丽嫔的声音吗？难道跟白小三之间起矛盾了？还愣着做什么？给本宫拿下这两个贱人！最不喜的便是无礼之人。就是几句话的时间，萧杰已经从御花园的另一头赶了过来，他几乎是飞过来的。四月揍完最后一个人，刚好飞落到三三身边。战王殿下，你也来啦？萧杰脸上戴着面具，看不出什么表情，但他却直直地朝白三三走了过去。乖乖，有没有受伤？这时夏帝也赶到了。仔细，有刺客！陛下，没有刺客。啊？是吗？幸好去的人是丽嫔，那个死丫头身边的丫鬟竟然还有这般本事。陛下，您可要为臣妾做主啊！陛下，爱妃，这是怎么回事？陛下，为臣妾们做主啊！萧杰对那些声音充耳不闻，只是看着眼前的小丫头，看到她身上没什么事儿就放心了。没事。如实交代，到底发生什么事了？陛下就是这个丫头，是她和她的侍女动的手，在宫中如此放肆殴打妃嫔宫女太监，还把臣妾给打了。陛下，你一定要为臣妾做主啊！你说是白三三的侍女打了你们？是白三三和他的侍女，是他们主仆。白三三就跟着看戏似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这边。以前他一直认为看人打架比较有意思，现在觉得看人演戏好像也挺有意思的。三三，他凶我。胡闹！瞎说什么胡话！白家小三这么小，如何能动手打你们？你们真当朕是傻子吗？陛下，你要相信臣妾啊！陛下，这就是白三三也动了手的。陛下，是陛下，您可不要被他给骗了。臣妾作证，白三三是动了手的。动手又如何？白三小姐还不到6岁，若不是你们行事过分，这么大点的孩子又怎么会动手？白三三，丽嫔说的可属实？这些人是不是你们打的？打了又如何？有本事打回来。有点欠又可爱。这丫头怕是什么都不懂，所以才上赶着承认了。这丫头呆呀！父皇，战王兄，方才儿臣正好从不远处路过，听到有争执，便看了一眼。那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臣只是见到丽嫔娘娘拦住了白三小姐的去路，一言不合，双方便争执了起来。随后便见三小姐的侍女打了人。至于后面，儿臣就不清楚了。陛
陛下，臣妾只是来找他询问陈二是不是他打的，是他先动的手啊，陛下。也就是说，你带着人来兴师问罪，然后被白三儿让他的侍女把你们给打了。白三三不喜欢跟人吵架，所以也不喜欢解释，他只说自己想说的，至于对方信不信听不听，那是他们的事儿，只要打得过，不必讲道理。胡闹！皇宫岂是容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胡作非为的地方？白三三，你虽年纪小，却也不可如此任性妄为。相府是怎么教你规矩的？父皇，这白小三脑子不好使，不能跟正常人比啊。这么做是不对的。白三小姐性情天真单纯，孩子还小，并不懂什么规矩，只知道谁欺负了她，便要欺负回去。即便是让侍女动手，恐怕也是丽嫔娘娘他们太过分了吧。丽嫔听到萧杰的话，心中一咯噔，想反驳，可一看到萧杰那张恶鬼面具就怵了。另外2个妃子也是一样，好像有很多人都很怕他。白三小姐今日进宫之后，去了一趟永和宫，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出来。若是丽嫔娘娘有冤情要诉，何不去永和宫当面对质，却要在白三小姐离宫之时，堵在这御花园的当口质问？不知几位娘娘以此番行径来针对一个不足6岁的孩子，是何用意？丽嫔想说话，可都因为萧杰这强大的气场，被吓得字都吐不明白。赵王殿下的恶名果然名不虚传，不过就几句话，就已经将这几个人震慑住了。子期说得对，若是真有什么，为何不直接去永和宫当面质问？还有母后可以做主，可他们却非带着人在这里堵住白三三，这不是摆明了想要欺负人家小孩吗？无论白三三有没有对老八他们做过什么，几个皇室妃子用这种鬼祟的手段算计一个不到6岁的孩子，着实有些丢人。若白三三的侍女没有本事，打不得人，那这孩子岂不是就被他们暗中给欺负了？这种事不传开还好，若是传开，白丞相那边、宋国公那边、太后那边如何交代？别说他们了，就眼前的子期，现在都让我十分难办。这帮女人，真当后宫是随便他们胡作非为的地方了。尤其看子期这样子，似乎也是恼了。白三三却是没有什么反应，就站在那儿不说话，也不做什么，就好像完全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就是看看。小姐见丽嫔他们握不出半个字儿来，周身的寒意更甚。来人，带丽嫔和2位娘娘回寝殿，没有朕的允许，暂时不得随意踏出寝宫半步。陛下，您别被他骗了，陛下你要相信臣妾呀。见丽嫔他们被惩罚，萧杰周身的冷意才渐渐缓和了点。这孩子跟小慈小时候长得太像了。臣还有事，就顺带先带三三退下了。孩子还小，天性烂漫，并不适合进出宫中这种规矩森严之地，所以如非必要的话，陛下还是勿要再召三三进宫了。这是觉得白三三在宫中受欺负了，所以干脆以后不让他进宫了。你累了？困的话就睡一会儿。好，主子早就困了呢。不管那些人，如果不是他们，主子早就回去休息了。真是废物！战王什么时候这么爱多管闲事了？还真是护那个死丫头护得紧。娘娘，老奴必看陛下就是因为那丫头跟他娘亲长得像，所以才回去张嘴。是，老奴知错，老奴回去就张嘴。这白三三到底是相府的还是战王府的？应该是相府的吧。玉儿，你什么时候来的？陛下，这么说起来，还真是白三小姐打了丽嫔娘娘他们。这老东西哪壶不开提哪壶。不管怎么说，在宫中伤人都是重罪。若是父皇想起来要治那白家小三的罪，这如何是好？打了就打了，难不成还让他们去找白三三打一架？再说那白小三的模样，一拳头打到你身上，你觉得会疼吗？施主，那个侍女的身手可真不错，当个侍女当真是可惜了。你说的不错，而且似乎那个侍女已经迈入了修行者的初级阶段，动手的时候已经能够窥见修行者的气息显露。年纪且小，如此好的苗子，竟然只是在当一名侍女，着实是可惜啊。模样也是少见的漂亮。准确的来说，我还没有见过这么美的女子。你的年纪也不大，条件漂亮的女子会心动也是理所应当。不过那女子着实有些过于貌美了，只是不知为何那些人似乎并未察觉。而且刚刚那个小丫头动手的时候，我总觉得有点奇怪。我是看到她动手的，虽然只是那么轻轻一动，如果不注意的话根本都难以察觉到，可却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呢？莫非那小丫头会武？你方才有看到那个孩子动手吗？是有吧。洛嫔隐约觉得自己是不是忽略了什么？那个小丫头真的这么简单吗？不过比起这个小丫头和那个侍女，她更在意的是后来出现的那个戴着恶鬼面具的年轻人。师叔，那噬魂兽既然与上官岑同来的公主在白鹿书院，明日我们去一趟便是。
还没到啊。这块玉是33的吗？不是。那是谁送给33的？是宋燕？是吧，表哥。年纪小小，念头不小。小丫头年纪还这般小，便打起了不该有的主意，胆儿倒是挺大的。玩着玩着，萧杰手里的玉佩忽然碎了，眨眼之间变成了粉末。这玉佩的材质有些差，我还未用力便碎了。33若是喜欢，我再命人做一个。无碍，下回我送他一个质量好的。萧杰面具下的面色僵硬了，容色也凝了起来，抿了下唇线。这块玉是33当赠于我的。是。不过好像这块玉的材质也不是太好啊。那下次我再给你个好的。萧杰面具下的唇角才微不可见地勾了勾，眼底是一种得逞的心满意足。你叫萧杰，字子气。我叫萧杰，字子气。那我便叫你子气。好，小丫头高兴就好，在我这里并没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主子，相府到了。此时白旭安和管家早就在门口等着了。战王殿下，参见殿下。奇怪，这战王殿下怎么送33回来了？谢谢。白丞相，殿下，三小姐年纪尚幼，天真单纯，还不懂什么男女之别。白丞相，你可要好好照看，女儿家的名声尤其重要，所以即便是表哥，也还是要保持距离的好。对白旭安说完这句话，萧杰又看了白33一眼。若有什么事情，差人来战王府找我便是，随时可以来。4月上前替白33收下了这块牌子。萧杰说完便转身翻身上马，带着安忠离开了。主子，怎么了？又忘了问关于那把剑的来历了。主子忘了什么了？罢了，下次再问好了。表哥，是岳父家的那2个孙儿吗？莫不是战王殿下听到什么风声，以为宋家要和我们家结亲？否则战王殿下又怎么会突然提及此事？他疑惑了半天，转身打算找白33问个究竟的时候，才发现白33已经不见了。老爷，三小姐已经回院子了，让她来书房一趟。今日进宫的事，我也得好好问问。是，33，今日太后召你进宫了。可知召你进宫所为何事？今日在宫中又发生了什么？吃饭，下棋。还有呢？没了。白旭安懵了，太后召33进宫，就只是让33去陪她吃饭下棋。回来的时候遇到几个人拦路，然后我和小月把他们打了。打了？在宫中把人给打了？这罪名可不小啊。打了。看样子陛下也没有治罪，更何况还有战王殿下相送回来，应当没事。罢了，以后可不能再如此莽撞了。宫中不比家里，那人是能随便打的吗？说完他才觉得这句话有点不太对，说的好像家里就能随便打一样。这个爹好像跟我刚和白33融为一体的时候有点不太一样了。家里也不能随便打。我不随便打人的。虽说你年纪尚幼，可也快6岁了，切记不可再如此莽撞，让你身边的人动手去打人。再说你若打人，被人打了如何是好啊？若有人欺负你，先告诉爹爹。然后再打。对，不对，小女孩家的，怎么总是打的？就你这小身板，能打得过谁呀？若是被打了，如何是好？年纪小小的，别老有什么事就让自己吓人去打架，容易落人口舌，又容易被找麻烦。记住，遇到什么事先告状，告诉爹爹，明白吗？白33听明白了，这是让他告状。虽然说他从不告状，但还是点头表示听明白了。记住，以后有什么事先告诉爹爹，爹爹好歹还是一朝丞相，护你还是护得了的。还有，让你哥哥平日里多教教你习武，省得下次若是遭人欺负，打还打不过。白33眨了眨眼睛看着他，没说话。好了，下去吧。为人父母也是一门功课，你有进步。留下这句话之后，33便迈着他的小步子离开了书房。为人父母也是一门功课呀。不知道为什么，33明明是个孩子，说出来的话却是叫人受益匪浅呢。好像很久很久都未体味过这些世俗的感情了。魂魄灵石不全，本就导致他记忆的缺失，也会导致他七情六欲的缺失。
他只是漠然地度过了一世又一世，他甚至已经忘记了那几世发生过什么，直到他找到如今最后的一缕残魂，彻底熔炼为一体。母后招他进宫做什么？以前可没单独招过双儿和雨儿进宫。这奴婢就不清楚了。据说老爷把三小姐叫去书房问了一会儿，但书房里也就只有老爷和三小姐，说了些什么没人知道。问过之后，三小姐就回院子去了。老爷现在倒是跟那死丫头关系越发好了。夫人莫要担心，三小姐是威胁不到夫人和二小姐、四小姐的地位的。自然不可能让一个傻子威胁到我女儿的位置。臣下过来带本小姐写字。小姐，奴婢不会啊。你这个没用的东西，要你有什么用？写个字都不会，真是下贱东西，天生便只有做下贱活的命。滚，烦死了！早知道就不让娘亲把你要过来了。果然伺候傻子的人也是个废物。没用。臣下姐姐，你不是在里面伺候二小姐吗？怎么出来了？二小姐在做功课呢，自然是容不得打扰的。丫鬟闻言又殷勤地跟臣下说了几句话，奉承了几句才离开。只要讨好二小姐和夫人，日后若是有什么好人家，或是二小姐嫁给了高门，我也能跟着风光一把。到时候他心思里开始打起了小算盘，当个高门的通房或者是小妾，都比随便嫁给一个普通人的好。主子你看，四月在院子里玩着烟花，是上次宫里送来的小玩意儿里的，被四月翻出来了。小魂也在院子里跟四月玩，对烟花似乎很感兴趣，那傻憨憨的样子，恐怕就算让那些人来认，打死都不会相信这就是上古凶兽之一，祸乱天下的噬魂兽。主子，他笑着把烟花递到了三三面前，好看。看见主子笑，四月也跟着笑。主子很少笑，准确地说，很少在主子的脸上看到其他明显的情绪，好像主子不管做什么说什么都不温不火不冷不淡的，甚至让他觉得有的时候主子根本不像是人，没有什么喜怒哀乐，不食人间烟火。也只有这个时候才真正让他感觉主子像个孩子，也多了一丝烟火气了。主子，这药膳刚熬好的，怎的不吃？这药膳中有毒物。什么？这药膳似乎是前段时间梅心院带过来的，说是给主子补补身体，是他们。四月眼里溢满了杀意，虽不足以致命，但却会令人变得痴傻，杀不死人。无非就是他们看到主子好了，心里不舒坦，所以才想害主子。毕竟优秀的人总是遭人嫉恨的。主子说的对，奴婢现在就去梅心院。不着急，改日再去吧。可是四月气不过，他现在就想去找梅心院的麻烦，却发现主子拿起小勺子在药膳汤里舀了一勺。主子不是有毒吗？这种毒对我无用。其实我本来就想吃了，只是在等着放凉。小月做的药膳很好吃的，每天我都当夜宵吃，虽然有毒，但味道不影响。四月皱眉，眼看着白三三还要吃，四月干脆直接夺过了三三手中的小勺子，把整盅药膳都端了起来抱了出去。小月怎的这么凶？即便主子不怕这些毒物，可我却不能让主子陷于危险之中。至于梅心院，既然主子说不着急，那就不着急，反正主子若真想杀人，也不过是挥挥手的事。没想到在三丫头离开的时候还发生了这样的事儿，三丫头的胆子着实太大了，竟然在宫中纵容手下打人，打的还是妃子。可不是，哎呀，也不知道是跟谁学的，年纪小小，看上去倒也乖巧，没想到说打人就打人。听说他身边的侍女还是子期从奴隶市场给他买回来的，将来身手也不差。得亏那丫头身边有个会武功的侍女，否则丽嫔他们可不得把三丫头给欺负惨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也不能说全然是三丫头的不是。夏地摸了摸鼻子，原来母亲最后的落脚点还是为白三三说话呀。但这丫头的性子着实得说着点，不管怎么说也是宫里，可不能胡来。母后说的极是。你说这子期赶巧不赶巧，又遇上三丫头，还把那丫头给顺走了。夏地心中冷笑，他都怀疑子期那小子进宫就是为了来看白三三了。顺走就顺走吧，那话里话外可不就是说哀家不该招三三进宫吗？母后误会了，子期说话从来就是这个德行，绝不敢不尊重母后，也没有怪您的意思。这么一哄，太后心情舒畅了点。对了，皇儿，上次你不是给子期挑了一些千金小姐的画像过去吗？子期就没有看上的。倒是送了过去，被他府中的下人一把火给烧了。倒是子期能干出来的事儿。没想到一晃眼，子期都已经这么大了。哀家还记得当初刚见到他的时候，不过还是个孩子。这小子现在不也还是个孩子吗？是啊，可不还是个孩子吗？可偏偏却不像个孩子，也承担了他这个年纪所不该承担的，还挑起了整个夏朝的安宁。虽说他并非我夏朝人，也不是我皇家子嗣，但子期对你却是毫无二心的。
朕知道，所以朕也想留下她，所以朕不是一直想给她讨个媳妇儿，让她留在身边吗？唉，夏朝也需要她。公主她也瞧不上。这么些年，我还是第一次想要给人赐婚，这么难赐的。不过当务之急，我得先摸清天玄门那2位真正的来意是什么。宋烨，你去找三妹妹了？别老三妹妹三妹妹的叫着，三三是你妹妹吗？宋烨，白子轩可都没说过不让我叫三妹妹，你这说的哪门子的话？我和白子轩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不都是三三的哥哥吗？若是按年纪，那三三也得换我哥哥呢。谁哥哥呢？你是？嘿，我说我年纪能当三三哥哥呢。走吧，该去上课了。今日听说书院有重要的人要过来。哎，子轩，你不管你家三妹妹了？我刚刚才从三三那边过来。好吧，我说呢，过来没看到三三。哼，像云州这样的花花少爷就得离三三远点。子轩，你有没有觉得宋燕对三妹妹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什么意思？宋燕好像搞得三妹妹像她一个人似的。你们两家的人是不是都是专业的呀？三三是我妹妹，宋妍就是个表哥，亲近程度自然无法相比。三三还小呢，只要是谁敢打三三主意，无论是谁，我都不会放过他。明州明显感觉到白子轩的哥哥之魂正在熊熊燃烧，怒火都快要从眼睛里喷出来了。不过多时，书院里便传来了朗朗读书声。2位先生，这边是天子院，依次是天地玄黄4个院子，皇子院是年纪最小的孩子，2位可以随便逛逛，若是有看中的孩子，告知我一声便是，臣再禀报给陛下。洛平点了下头。如此，那在下就先去忙了，有什么事情差人直接告诉在下便是。他拱手退下，这种仙人定是不喜被人打搅的，所以他赶忙退下。你可知玉竹公主在哪个院子？回先生，玉竹公主在皇字院。施主，那便带路吧。是。今天先生又没来上课，好像是上回受伤不轻，还在休养呢。好奇怪呀，先生怎么会受伤呢？不知道呢。而且最近书院发生了好多怪事，10公主和13公主差点落水里淹死了的，会不会是书院里有水鬼啊？瞎说什么呢，吓死人了！哎，双儿姐姐，你妹妹今日又不上课了，是不是又跑出去玩啦？哼，仗着先生在家养伤，成天逃学，早晚有你好果子吃。今晚回去我就告诉爹爹去，谁知道跑哪里去了？奇怪了，白三三这几天逃学，怎么没见先生们打他了？说起来，白双儿也有点奇怪，皇字院又不是只有傅先生一个先生，其他先生怎么就不教训白三三呢？双儿姐姐，你看那不是玉竹公主吗？这种下贱胚子也配叫公主？喂，你是不是从厨房偷了什么东西啊？玉竹没说话，继续往那边走。你敢走？本郡主让你走了吗？玉竹没有理他，眼底掠过一丝冰冷。死贱人，还真把你自己当成什么公主了？他从地上捡起一颗石头，就重重地砸向了玉竹的后脑勺，瞬间玉竹的后脑勺上便溅了血。梅小郡主也被吓了一跳，往白双儿身边躲了一下。你怕什么怕？他有什么好怕的？娘亲说过，南诏国还得讨好我们夏朝呢，这个什么玉竹公主给我当丫鬟都不配呢。玉竹抬起手摸了一下自己的后脑勺，余光扫了一眼身后，把手放了下来，就继续往前走。你看，我就说别怕他，下次别拿石头扔了，这种人就得上去好好教训一顿，还打扮得那么妖艳，谁知道想勾引谁呢？嘿，好，双儿姐姐，下次我们一起打他。我才不要跟你一起打他呢！娘亲说了，以后要给我找个好夫家。云州哥哥也在书院，要是自己打人被他看到了，自己形象就不好了。两人看了离开的玉珠一眼，才一起离开，去别的地方玩了。一道俏丽的身影轻手轻脚地钻进了后院，走到一棵熟悉的树下，他看着上面，唇角动了动，从背后拿出了一只烧鸡。三三特别喜欢后院里的这棵树，吸收了百年天地的日月精华，生灵之气浓郁，所以即便来书院他也不上课，也会过来找个好一点的位置吞吐灵气。也就是睡觉。反正对白三三来说，睡觉也是一种修行。一股肉香飘过来，把他从梦里给缠醒了。喂，那边是南诏国的玉竹公主，玉竹公主是外朝人，所以并未如此讲究。书院里玉竹公主都是可以随便走动的。知道了，你下去吧。两位若是有什么需要，唤一声便是，小的就先下去了。说完之后，小童便退下了。你就是南诏国的公主？你们是什么人？洛平盯着他，旋即挥了一下手，顷刻之间便在这个院子中布下了一层结界。孩子，你放心，我们没有恶意。现在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只要如实回答，告诉我即可。你们想知道什么事？与你同来的人中，可是有一名叫上官岑的官员？玉竹点了下头。你可知他到底是怎么死的？不是被雷电劈死的吗？那他身上的伤势是怎么回事？伤势不清楚。你真的不清楚？不知道。那你有没有觉得上官岑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没有。说谎！
谢楠怒斥了一声，玉竹的身体忽然被一股力量击飞，往后摔了出去。洛平皱眉斜睨了谢楠一眼，小姑娘，把你知道的如实告诉我，只要你如实交代，我是不会亏待你的。若你在我们面前撒谎，可就要吃点苦头了。我说了，我不知道。狡辩！小姑娘，我并不想让你吃苦头，但这是你自找的。正好他也想试试噬魂兽到底是不是在他身上。洛平眼中满是诧异，这孩子竟有修炼灵根，还是千年难得一遇的焚月灵根。就在这时，整个领域上空都变得昏暗了起来，周围遍布浓稠黑雾。洛平心中一凛，也就是在这瞬息间，一股更为强大的力量朝他直面袭来，整个人都被这袭来的神秘力量击退了好几步。师叔，只见一身着白色衣裙的小女孩背对着他们，将滚落在地上的那只烧鸡捡了起来。洛平看到这女孩，眼中既有诧异也有警惕。噬魂兽。洛平看了眼周围，四周已经遍布噬魂兽的气息。不止噬魂兽的气息，这丫头也有古怪，难道说她才是噬魂兽现在的宿主？这是你要给我吃的吗？你为什么要打他？小丫头，告诉我你是什么人？刚刚又是怎么回事？还有，你头顶上的那只小兽怎么会在你身上？帮我拿一下，我帮你打他。打他？他打过吗？小丫头年纪小小，倒是不知天高地厚，你还不快老实交代？这丫头有古怪，小心点，尤其小心她头上的噬魂兽。师叔，交给我吧，这种小孩子不听话，凶一顿吓唬吓唬，就什么都交代了。谢楠冷笑，手里捏了个诀，手猛地一动，想要将白33抓过来，可却发现对方根本一动不动。这怎么会这样？不自量力！臭丫头！重重的砸地声让这整方领域都抖了抖。失职！师叔，洛平简直不敢置信，那丫头一脚竟然会有这么强横的力量，太快了！那孩子看似慢吞吞的，可是在出手时却快得让人头皮发麻，又快又狠，可又根本看不出一点狠劲儿，就好像是随随便便踢了一脚。小丫头，你究竟是什么人？问了又如何呢？你还不是要挨打？既然问不出什么，这丫头又着实古怪，那么我也就只能试探一番了。丫头，别怪老夫欺负弱小，此番无礼了。手中倏地出现一柄长剑，可就在他的手快要碰到33仅仅只有一个拳头距离的时候，他的身体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凝固住了，前面仿佛有一堵肉眼不可见的墙，让他根本无法再前进半分。不知死活！洛平的整只手忽然被一股黑色的影子给缠了上来。噬魂兽！洛平见状，立刻祭出武器，抵挡住了那黑影的接近，仿佛有一种无形庞大的力量瞬间无声炸开。同时，洛平的身体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击飞，瞬间往后倒飞了回去。师叔，不是单纯的无常，这个孩子也是修行者，而且还是十分强大的修行者。你是修行者？他猜测，会不会眼前这个看上去年纪小的丫头，实际上却是活了几百岁的老妖怪？就在刚刚，整个白鹿书院都震动了一下，但这种震动也只是一下，书院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发生什么事了？像是从后院传过来的。后院？三妹妹不是喜欢去后院吗？先生，学生身体不适，想要去方便一下。快去吧。先生，学生也想方便。这先生还没说话呢，云州也一摆一撩，急着就跟了过去。他俩是吃错东西了吗？后院，白33没有回答洛平的话，迈步缓缓地朝着他走了过去。小魂张开嘴，露出了2颗獠牙，凶相毕露。小魂，33唤了一声，小魂这才收敛起来。洛平害怕噬魂兽，往后退了一步，同时手中捏了一个剑诀，手里也不知何时出现一柄长剑，警惕地盯着他。丹青剑诀？你怎么知道？丹青剑法是他们天玄门的镇门武技，这剑法从不外传，只有他们天玄门中明窍期以上的修为的弟子才有资格习此剑法。可我还没有使出来，只是捏了一个剑诀，这个丫头竟然就能够认出来了。白33在认出丹青剑法之后，原本准备揍人蠢蠢欲动的手也收了回来。谁教你的？洛平猜测眼前的这位老前辈或许跟自己门派有渊源。丹青剑诀乃我天玄门独门绝技，自然是我天玄门祖师爷所创立，教我的自然是我师父。
谢楠觉得师叔进行如此大礼有些莫名，也很不解。白三三眉心清冷，丹青剑法，他记得是当年有个人老跟着他要学东西，他觉得实在有些烦了，所以就随便点了几招剑法，而那套剑法便是丹青剑法。不过时间太久了，他都忘了那个人是谁了，只是有这么个印象。比起记人记事儿，对于功法秘诀的记性，三三显然要好得多。你祖师爷莫非是故人？我们师侄二人受师祖所托，下山寻找噬魂兽，为的就是不让噬魂兽在成长起来之后危害苍生，使九州大陆免遭生灵涂炭。来白鹿书院也是为了寻找噬魂兽而来，因此方才一时有些激动，如有冒犯之处，还请前辈原谅。师叔怎么会忽然叫这个小丫头前辈呀？这是怎么回事？所以你想把小魂带走？是，这是师门的任务，必须要在噬魂兽成长起来之前把它带回天玄门，但眼前看来显然是不太可能了。那你死心吧，小魂是我的，如果想要跟我抢的话，我会打死你们的，不要不自量力。是。你的祖师爷姓甚名谁？我天玄门的祖师爷，也便是天玄门和丹青剑士剑法创立人，名叫金玄。金玄，莫非就是当初那个缠着我的傻子？三三！白子轩赶到后院的时候，便见到白三三站在两位陌生人面前。你们是什么人？竟然擅闯白鹿书院？不知二位是什么人？来白鹿书院后院做什么？云州也走了过来，不过他的注意力倒是看向另外一边，手里捧着烧鸡的玉竹。他怎么在这里？见他们不说话，白子轩心中更加生疑，问三三：三三，他们有没有对你做什么？有。白子轩闻言，脸色瞬间沉下来。洛平和谢楠二人也愣了一下，然后被我揍了。虽然是大实话，但这说的也太丢脸了。云州神情都变得有些古怪，憋着笑。白子轩虽然知道妹妹力气大，但揍人应该不至于。不过这两人看上去倒是的确像是被揍过的。白少爷，小世子，洛先生，院长太傅有请。今日听说有贵客会来书院，难道就是这两个人？带路。是，先生这边请。小童恭敬引路。施主，那是顺手，过后再做打算。那孩子和噬魂兽加在一起，目前可不是我们能动得了的。三三，听哥哥的话，以后不要跟不认识的人说话，谁知道这些人想做什么？有什么事一定要叫哥哥，无论哥哥在做什么都会过来的。好。走吧，哥哥带你回去。等等。他径直走向了玉竹。给我吧。玉竹一时没反应过来，盯着那只伸出来白嫩的小手出了神。你不是说是给我吃的吗？难道他反悔了，不愿意给我了？脏了。没关系，下次给你带个干净的。三妹妹，既然脏了就不要了。我家书童带了好些好吃的，若是饿了，稍后我让我家书童给你送好吃的过来。也好。不知道为什么，这玉竹公主虽然美是美，可我却对她喜欢不起来。也不知陛下打算把玉竹公主留在书院到几时？总是任由一个外朝公主在书院中四处闲逛，也不是事儿。管他的呢，这是陛下考虑的事儿。可是我却觉得这位玉竹公主有些不寻常。玉竹就是刚刚那个给自己烧鸡吃的打扮成女孩家的男孩子。三三，那位玉竹公主怎么会跟你在一起？我在睡觉，她拿烧鸡过来给我吃。玉竹公主毕竟是外朝人，还是要多留个心眼。三三年纪小又单纯，怕是她利用这一点对三三下手。这世上应该还没有能够随便对她下手的人吧？在屋檐上一边晒着太阳，一边听着朗朗书声，他看了一眼东南方向。上次他感应到了从那边传来的动静，虽然气息有点熟悉，但十分微弱。恐怕是有什么东西要出事了。不过按照我上次所看到的气息，恐怕距离出事还有一段时间。等到出事的时候再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好了。现在去还得找，麻烦。而此时三三不知道的是，已经开始有许多九州大陆上的一些隐秘的宗门、家族势力开始朝他所感应到的方向靠近了。今日那两位贵客去了白鹿书院之后，便去找了南诏国的玉竹公主，具体是要做什么没人知道，他们也不敢问。不过书院那边说，那两位贵客回来之后似乎脸色都不一样了。莫非真如子气所言，他们是冲着莫名其妙死掉的上官岑来的？据说他们找到玉竹公主的时候，白家三小姐也在场，后来也瞧见了白家大公子和云侯府的小世子。多注意一下那两个人的动向。是。虽说若是真看上了哪个孩子带回天玄门，对他们夏朝来说也是好事，可若来的目的不纯的话，他还是需要多注意一下。不过他也颇为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资质好的，能被看上的。如此他们夏朝皇家若是也能出一个强大的修行者，对夏朝来说也算是倚仗。
师叔，那个小丫头当真是前辈？一个看4、5、6岁的丫头，怎么可能会有明窍期以上的修为？即便是再天才的孩子，也不可能达到这种地步。你师叔我为了突破明窍期，足足花了50余年，如今才达到明窍7重天。你以为这种实力有可能出现在一个5、6岁的女娃娃身上吗？那不是扯淡吗？所以师叔的意思是，那个孩子根本不是孩子，恐怕应该是某个强者修炼到某种境界，或是修炼某种功法，返老还童所致。这世上还真有此法。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我等尚能探寻仙源，能容颜永驻，返老还童又算得了什么？而真正修炼到巅峰的强者，褪去肉体凡胎，身死魂不灭，夺舍重生，光是残留的强者气息便可诛杀十方，可更不是什么夸大其词。这也是我等所窥的大道。若是能成为这样的强者，便是最后身消魂灭了，也不枉在这世上走一走啊。而且从那女娃能一眼认出我天玄门剑法来看，恐怕她也的确是个高人，说话也同一般人不太一样，如此慢慢吞吞，不急不慢的，更像是个老者，而且反应也慢，多半是上了年纪。师叔所言有理，那我们下一步毕竟噬魂兽还在那前辈身上。传闻噬魂兽究竟会变成什么样，会因主而异，本身并无善恶之分，不会固定的做好事或者做坏事，做什么完全取决于宿主的心性。如今看来，噬魂兽似乎并不像传闻中那样滥杀无辜，不若我们再观察观察，先在夏朝上京待一段时间看看，正好最近应该有什么东西要出事了。至于这位前辈，我们先不要与他为敌，暂时先观察一下。可是师叔，既然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噬魂兽带回去，迟早是要与他为敌的。即便那前辈很厉害，可是我们2人联手，也不一定就不是他的对手啊。当真是年纪轻轻，不知天高地厚。若你觉得你能与那位前辈一较高下，你便自己去试试。那个人真的有那么强吗？我和师叔加起来都打不赢。洛平沉眸，他现在还关心一件事儿，那便是那位拥有焚月灵根的玉竹公主。这样的资质可是千年难得一遇，若是能带回天玄门，收为自己的徒弟，他心里光是想到这儿都忍不住一阵激动。这种感觉无异像是无意之间发现了什么宝贝，而目前这宝贝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发现，那简直爽到了极点。你是说那2个人去找到33了？是，殿下，他们有人赶到后院的时候，就看到那2位和白三小姐他们在一起，同时在一起的还有玉竹公主。然后呢？白三小姐没什么事，被白大少爷和云州小世子带回去了。倒是那2位看起来像是受了点伤。这样的2个人，只要那些强者不出手，能够在大陆上横行，可是他们竟然会受伤，是谁干的？难道是噬魂兽？可是噬魂兽如今还在幼年期，又在33身上，按理来说还没到能够对付得了那2人的联手啊。玉竹虽然有几分功夫，但连修行者的门槛都没有踏入，自然是不可能伤得了他们，除非……夏朝朝廷说起来，朝中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喜事了吧？朕最近发现不少爱卿家的千金不仅模样甚好，更是德才兼备，倒是让朕有意促成一桩美事。启禀陛下，微臣家中女儿昨日已和青梅竹马的周公子定下了亲事，就不必劳陛下费心了。启禀陛下，微臣小女今日也与人说媒了，也不必劳烦陛下费心了。启禀陛下，小女刚好也才说完亲事，臣今日回去就给小女安排亲事。看到这1个2个退避三舍，生怕自己女儿要被吃了的样子，夏帝嘴角都忍不住的抽了抽啊！怎么感觉好像他要把他们女儿推入火坑似的？把他当成什么人了？朕记得不错的话，白丞相家有3位千金是吧？白须安心里一咯噔。回陛下，臣家中的确有3位女儿，不过年纪还都尚幼，也未到婚配的年纪。无妨，早几年说好亲事，过几年到了婚配年纪再成婚，也不是什么新鲜事。陛下，白丞相家的白家小三儿聪慧伶俐，模样讨喜，深得太后喜爱，就连平日里生人勿近的战王都对白家小三儿青睐有加呀。宋国公脸色也不太对了，也皱紧了眉。白须安心都提了起来。陛下该不会想给33和战王殿下做媒吧？朕也觉得白家小三甚是讨喜，便想要亲自做主给3丫头赐个婚，不知白丞相意下如何呀？夏帝难得见到丞相大人一副跟吞了苍蝇似的表情，还觉得颇为有趣。爱卿不必多说，朕知道爱卿听闻此事十分激动。爱卿放心，3丫头的婚事朕一定替她做主。陛下，臣3女儿还小啊，如今也没有为她定亲的打算，此事还是再过个几年再说吧。这白须安至于吗？他还从未在朝堂上这么跟我急过。反正早晚都要定下，早定倒也无妨，朕也好早点成一桩美事啊。既是提起此事，那么不知诸位卿家3丫头的未来夫婿有没有可推荐的人选呢？不是给战王殿下找媳妇吗？原来不是吗？白须安也愣了一下。陛下不是给战王殿下说媒？既然这样，那他心里就放心多了。陛下，3丫头还小，臣也以为此事现在谈论还为时过早，不如再缓一缓。怎么，如今
朕想赐个婚都这般困难了。陛下，犬子今年1时有3，品貌端正。自从上回宫宴回去之后，便闹着想要一个三小姐这样的妹妹，所以臣也希望能促成一桩美事。紧接着，一个又一个的大臣也都纷纷走出来了。犬子今年9岁，臣侄儿文武双全，德才兼备。陛下，臣姑妈家的二姨是刚生的男孩。白雪安和宋国公两人呢，越听面色越难看，两人同时回头瞪了后面出来的大臣们一眼，大臣们纷纷垂手，不敢再言。启禀陛下，三丫头乃臣外孙女，夫人又对这个外孙女疼惜的紧，既陛下赐婚，为三三推荐夫婿人选，那臣便斗胆推荐臣的孙儿宋燕。燕儿今年1、12岁，虽话不多，可文韬武略，也是继承了家风的，德行也是臣和他父亲看着长大的，臣也信得过。有他照顾三三，臣也放心。如此也算是亲上加亲呢。容朕再考虑考虑，此事也不着急。哎，不是，刚刚陛下不是看上去急得马上想要把白三小姐的婚事定下来的样子吗？因为白家小三又深得太后的喜欢，所以朕还需要问问太后的意思。这件事过几天再定下来，若是诸位爱卿有合适的人选，也可继续上表。宋国公和白旭安都紧拢起了眉心，怎么他们总觉得这陛下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三小姐，四月姑娘，不知三小姐突然上门是有何事啊？子悌呢？这三小姐竟然直呼殿下的字，殿下他出去了一趟，还没回来。三小姐若是要找殿下的话，在下先带您去书房等着。也好。说完便在安中的带领下去了书房。若是三小姐有什么事情，直接唤我一声便可。话毕，转身便退了出去。四月也去守在了外面。又下雪了，辽国被灭亡的那一年好像也在下雪。主子，听说天启国一年中有1半的时间都在下雪，是在北方吗？是北方。在有的地方，极南极北的极寒之地，一年全年都会处在冰雪覆盖之中。真的吗？三三今日来便是来询问那把剑的事儿。三三忽然眸光轻凛了一下，似有所感一般，看向了书房内侧悬挂在墙上散发着蓝光的一柄长剑陨星剑。可看到这把剑的一瞬间，他的胸口又开始疼了起来。运星的反应十分剧烈，白三三掌中运起一道内劲。虽不知你是何来历，但你既对我有此恶意，那我便毁了你。而就在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陨星剑像是能听懂一样颤动得更厉害了。他眼眸微冷，一道内劲瞬间逼向了陨星剑。就连战王府的地都晃动了一下，不远处的安中也察觉到了什么，想要过去，可刚走一步就被人按住了肩膀。殿下，萧杰扬了下手，制止住了安中过去的步子，旋即自己阔步朝书房的方向走了过去。竟然没反应，陨星剑并未因为他的攻击受到影响，剑身还在颤动。主子，要不要试试用别的东西砸？莫非是神兵？但他为什么看不出来，感觉不到一点神兵的气息呢？萧杰走到门口的时候，便听到金属颤音一阵又一阵的响起，还有咣咣咣的声音，整个战王府都跟地动山摇似的。三三，你在做什么呢？你回来啦。主子，要不要换一个东西砸？他正要说好的时候，萧杰手腕一动，陨星剑便倏地飞了过来，落回了他手里。剑身竟然当真被砸得有一点点变形了。陨星剑水火不伤，我曾经试过，再坚硬的东西也无法对它造成破坏。可在三三的手下，当真被砸成了这个样子。陨星剑颤动了一阵儿，发出一阵低低的狰鸣，宛如悲鸣幽夜。陨星是在难过。那把剑到底是怎么回事？脑海里隐约闪过什么，一把剑的影子在脑海中划过，白三三的意识也断了片。四三，梦里白三三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找了很久很久，可怎么都找不到。他好累好累，直到他睁开眼睛。子期，还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怎么突然就晕倒了？白三三坐起来，左右看了看，发现自己处在院子花园中的一处小亭子里。四月说你喜欢开阔有生灵的地方，所以便没有带你进房间去休息。白三三点点头，四月说的对。本想叫御医过来的，但蔡御医前一段时间告假回家去了，还没有回来，所以我便没有叫御医过来。蔡姬吗？不错，蔡家乃医道世家，前一段时间他突然告假，说是要回去一趟，现在还没有回来。怎么样，你身体可还有什么不适的？他眼睛打量了一下萧杰身上，像是在找什么。三三是在找陨星剑。陨星受损了，现在在我身体里呢。陨星与我命系为一体，所以能够收进我的身体当中。
胸口虽然依然在隐隐作痛，可却没有之前那般痛了。难道是因为紫气？三三不喜欢允星。这把剑你是从哪里弄来的？主子把赵王殿下的佩剑给砸了，也不知道赵王殿下会不会为难主子。小魂也忽然出现，可以看出来小魂是有点害怕萧杰的，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三三在身边的原因，所以胆子也变得大了起来。不要怕，他不一定打得过你。而三三的话让萧杰心里有点不太平衡了，打不过，想到这儿这心里就更不舒服了。看来他要加紧修炼，这样以后在三三眼里就是别人打不过他了。允星从我出事的时候就开始跟着我了，据说在我出事之时他是自己寻来的。从那之后允星便一直留在我身边，除了我之外也没有其他人能够发挥出他的威力。允星有灵，能够认主，也能与主人共情，所以他很奇怪，为什么他能感觉到允星的难过。三三抿了下唇，轻轻叹了一声。怎么了？但允星极有可能是神兵法器，三三想要给他毁了还是有点麻烦。不过目前来看，这把剑还是无法对他造成威胁，那就先暂时作罢吧，待日后再说。三三想清楚了，也便不再纠结这把剑了，从椅子上缓缓地下来，缓缓地走到亭子边上，看着外面下的雪。小魂也立刻下来跟了过去，蹲在他脚边。雪，真好看。一时间仿佛天地间一切都失了颜色，只有那道小小的身影让人移不开眼。那把剑好像认识我。听到三三这句话，萧杰眼底也深邃了起来，同时他感觉到了自己身体里允星的反应。你真的认识三三吗？允星见轻轻颤了一下，便未再有任何反应了。此时他感觉到的共情却让他有点摸不着头脑，像是被抛弃了的委屈。快看快看，那就是白家三小姐。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小小姐，跟个小神仙似的？难怪赵王殿下这般喜爱，这还是第一次有小姐来战王府呢。真希望这位白三小姐天天来，这样府里也不至于死气沉沉的了。就是啊，光是看着都养眼呢。他们在看什么？看好看的人。看你吗？闻言，小杰微愣了片刻，眼中笑意更深，心情很是愉悦。而三三发现问不出什么之后，便带着四月离开了，还顺走了不少好吃的。你到底是什么来历呢？为什么会偏偏找上我？看着剑身上的坑，他苦笑了一下。倒是委屈你了。好在允星是能够自己修复，只是需要一点时间罢了。此时白三三和四月也已经回到了相府。云珠哥哥就是老喜欢找白三三玩，看都不看我一眼。哼，凭什么都喜欢一个傻子？在书院不上课，先生也不管，爹爹也不骂，整天往外跑，爹爹也不管。我出去玩就不行。娘亲还说女孩子家就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白三三凭什么可以？呀，姐姐跟你玩个游戏怎么样？好啊好啊，玩什么？白双儿看了一眼白三三那边，然后低声在白雨儿耳边说了一句什么。站在后面的陈夏皱了皱眉，二小姐的心肠可真歹毒。不过在宅子里也只有心狠才能站得更高，二小姐做的没错，她也没有跟错人。近几日那两个人还有在骚扰你吗？有，前两日又来找我问了问，若再有下次便揍他们，打不过喊我。不过他们门派乃正统修炼之道，小月也应当几百家之长。好，主子，我醒的。今晚吃红烧鲤鱼吧。是，主子。白三三，白雨儿直接朝白三三走了过去，伸出双手就要朝白三三推过去。救命啊！救命啊！他刚刚想要做什么？刚刚四小姐好像想推您下水，可最后下水的却是四小姐。方才主子好像也没动手吧？白雨儿的呼救也引来了不少人。眼看着白雨儿快要沉下去溺水身亡了，白三三身子一动便掠向了水池中，手一提直接将水里挣扎的白雨儿提了起来，扔到了岸上。此时所有院子里赶来的人都愣在原地。三小姐飞了。飞了。雨儿有没有事？你们还不快去告诉爹爹娘亲，快去请郎中呢！白三三，你竟敢对我妹妹下蛊！你眼瞎吗？你说这药他都吃2个多月了吧，怎么一点作用都没有？该不会那药有问题吧？不应该呀，那药保证没问题，要不我们再等等看。不行，我这眼皮跳得厉害，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确定是亲眼看着他喝下去的吗？奴婢保证，真真是下人亲眼看着他喝下去的，咱们送去的药膳都喝了。可我怎么觉得这么不舒坦呢？我这几天总是梦到宋小慈的鬼魂。夫人，
急什么急？急着去投胎呢？夫人，四小姐落水了。你说什么？四小姐落水了，好像跟三小姐有关，就在小镜湖那边。雨儿，白三三，我亲眼看到你推雨儿下去的，就是你还狡辩，看姐姐来了打不打你？碰瓷，这摆明了是想要讹主子吧？这时候，白玉安和平阳公主也都赶到了。雨儿，没事吧？娘亲在呢。愣着做什么？还不快去看看？是。郎中立马上前给白雨儿检查了起来，又顺了顺她的背，这才让白雨儿把呛进去的水全都吐了出来。白三三一眼便知道白雨儿不会有事儿，所以他拎上来之后就没管她。娘亲，喊了一声之后就闭上眼睛昏迷了过去。雨儿，夫人放心，四小姐无虞，只是受了点惊吓，受了寒，幸好上来的快，否则这大冷天的怕就危险了。稍后我为四小姐开几副药，好好调理调理，去寒即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他把妹妹推下水的。什么？三三，真的是你干的吗？没有。死丫头，你竟然敢对雨儿下这样的狠手！今天还在下雪呀，这水里多冷啊！你是要害死雨儿是吗？平阳公主就想要冲上来打白三三。放开我！你这个贱婢也敢对我动手！四月只是冷笑了一声，猛地朝前一推，平阳整个人便倒向了身后。夫人，住手！若不是主子，四小姐现在还在水里待着呢，真是不知好歹。不知好歹？你以为你们这么说我就会相信你们吗？笑话，把雨儿推进了湖里，竟然还敢口出狂言！老爷，方才的确是三小姐把人捞起来的，老奴和其他下人们都看到了。这个老不死的，这个时候来多什么话？相叔，你身为相府管家，居然敢撒谎！怎么可能是白三三把雨儿捞起来的？老奴对相府忠心耿耿，所言绝无半分虚假。怎么会是三三把雨儿捞起来的？即便是他捞起来的又怎么样？雨儿就是他推下池子的，小小年纪便如此狠毒心肠，残害姐妹，日后长大了岂不是还会做出更过分的事来？老爷，这样的孽女，你当真要护着吗？以前他对我不敬我就罢了，谁让我不是他的生母？您说他没有娘亲，让我对他多几分怜惜，所以他多次欺负双儿和雨儿，我也忍了。可是如今，他要谋害雨儿的命啊！三三，告诉爹爹，是你推雨儿下去的吗？如实回答。我不是说过没有吗？听不懂吗？就是他推的，就是他，妹妹就是因为他掉下去的。对我家主子下毒的事还没有找你算账呢，现在竟然还敢污蔑我家主子！你在胡说什么？你这个贱婢，敢污蔑本夫人！再敢胡言乱语，撕烂你的嘴！我有没有污蔑你们？你们自己心里清楚。你血口喷人！老爷，你可要为妾身做主啊！这个贱婢竟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泼我脏水，以下犯上，其心可诛！什么下毒？从2个月以前开始，这位夫人送到兰心院，美名其曰给小姐补身子的药膳里就下了毒，而且是长期服用便会使人变得痴傻的慢性毒药。这件事还没找你们算账呢，现在又要污蔑我家主子。你说的可是当真？主子从不骗人，我也从不骗人。小月说的对，既然今日提起，那便一起解决了。你想把我变成傻子？我没有下毒，你们血口喷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要以为说2句成语就与你无关了。我知道是你做的，所以你辩解无用。不要以为说2句成语就与你无关了。我知道是你做的，所以你辩解无用。不过事情一件一件来解决。他怎么可能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三三，你身为男人却处理不了家宅之事，家尚且不平，身为宰相又何以治国平天下？白旭安忽然一怔，被三三的话说的一时竟无言以对。你真对三三下毒了？老爷，没有，老爷你别听他瞎说，我怎么会下毒害他？是他们污蔑我，他想害我。我且问你，方才白雨儿来推我，是否是你指使？我没有，不是我，白三三你瞎说。方才四小姐过来的时候，应当是原本想要把主子推下去的，难道四小姐这么做根本就是二小姐指使的？你撒谎！没有，我没有撒谎。双儿，你做了什么？给我过来！我没有说谎，不是我做的。死不悔改！白双儿瞬间被一股力量扇得后退，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双儿，快把二小姐扶起来！白三三，你何其歹毒，害了雨儿还不够，你还要害死我的双儿！老爷，你也看到了，这就是个蛇蝎心肠的毒女。我没有，我就是没有。
虽然我没有替别人教女儿的习惯，但教做人是可以的。你要做什么？等一下才到你，我说了，一件事一件事的来。四月立刻上前把平阳拉开。贱人，放开我！别妨碍我家主子办事。白旭安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此时他甚至都不知道该帮哪边。他此时是万分后悔，早知道就不过来了，等这里的事情结束之后再过来。对朝中之事，他能处理得井井有条，可现在家里打起来了，他却不知道如何是好。住手！可却根本没有人听他的。白三三走向白双儿，白双儿吓得不住后退。你别过来，你别过来！是我让女儿去推你的，我骗她说玩个游戏，让她把你推到湖里去，谁知道你躲开了，她自己掉下去了。胡闹！竟然指使妹妹行这种歹毒之事！爹，不要打双儿！从前任性，我只当你年纪小，什么都不懂，如今竟然指使妹妹做这种事，再不严加管教，日后岂不是还要杀人了？来人，把二小姐带回到祠堂去，跪3天3夜，禁闭思过。不可能，怎么可能是双儿做的？老爷，明明是他屈打成招，威胁双儿这么做的。你当我连真话假话都分辨不出来吗？白三三面无表情地看着白双儿被带走。处理完这件事，白三三才将目光移向了平阳。三三，不可行忤逆之事。现在轮到你们了。李嬷嬷闻言喉咙发紧，仿佛预测到了什么。你厌恶我是因为我的娘亲宋小慈，你嫉妒她，所以也嫉妒我，所以你给我下毒。少在这里信口雌黄。白三三，你有什么证据？年纪不大，编谎话的本领倒是不小。你说我给你下毒，我有什么必要给你一个小孩子下毒？我平阳公主可会做这种下作之事？我说过，你承不承认跟我没关系，我只是告诉你，我知道你对我下毒，仅此而已，并且你会为此付出代价。我这人向来也不会做亏待人之事，所以你对我做了什么，我便对你做什么。一道黑影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飞了出去。就在这时，只见一只黑猫跑了过来，嘴里还叼着一篮什么东西。这便是你差人送来的还没有吃完的药膳食材，剩下的便还给你们。不要！四月笑了起来，从三三手里接过了碎成粉末的食材，一只手点了平阳的穴。白三三，住手！与你无关，别吵。白旭安想要上前阻止，白三三掐了个诀，指尖轻弹，白旭安顿时被定在了原地，一动不动。你想做什么？快住手！四月一脚便将李嬷嬷踹飞了出去。放心，很快就到你了。说完，四月便将手里的那包药粉灌入了平阳公主的喉咙。四月又走到李嬷嬷面前，把剩下的药粉灌进了李嬷嬷的嘴里。我说过，我从不亏待人，我也只是把你们对我做的还给你们罢了。若是你们想杀了我，那我便会杀了你们。而就在他们刚走不远的距离，白旭安和平阳公主的穴道就自动解开了。白旭安现在甚至开始怀疑，以前三三的痴傻症是不是也是他从中作搞。白旭安想到这儿，心里就涌起了一股怒气。他看向平阳，怒哼了一声，甩袖便转身离开了。老爷，妾身没有做过，都是他冤枉妾身的。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明明我是公主，可为什么他就只爱宋小慈那个贱人，连女儿都偏心白三三？为什么？把大夫请过来，给平阳看看。那要给三小姐看看吗？你问的不是废话吗？是，老奴明白了。说他有错吗？也不尽然，不过是别人欺负了他，他欺负回去罢了。白旭安现在担心的是，三三如果真的吃了那些药，会不会又变傻了？平阳也被灌了那些药，会不会也出什么事儿？还有，如果平阳闹到皇上太后那里去的话，三三可如何是好？殿下，今日朝中有事。回殿下，今日陛下在朝中提起了为丞相家三小姐赐婚的事。你说什么？今日陛下说起了为白丞相家三小姐赐婚的事，然后让大臣们推荐是否有合适的人选作为白三小姐的未来夫婿。然后什么？然后宋国公推荐了自己的孙子宋燕少爷。难怪他会在三三身上看到宋燕的玉佩，原来这小子是早有预谋打算呀。丫头还这么小，这些人竟然就把他的婚事给惦记上了。进宫。
不错不错。陛下，这是犬子，今年不过8岁，年龄与白家三小姐也相差无几。陛下，这位臣的侄儿今年12岁。好，好啊。启禀战王殿下，殿下正在里面与2位大人有要事相商，还请殿下稍后等传话。好，好。李大人家的公子也不错呀，模样尚好，不过就是年纪大了点啊，都习惯了。而且朕听说不是有未婚妻了吗？萧杰阔步直接迈了进去。殿下，殿下！哎呀，子期，你又不是没有令牌，直接进来便是，何必如此大动干戈？臣参见陛下。下地摆了摆手，萧杰抬起头看向书房里的另外2个大臣。陛下，陈家中还有事，就先行告退了。陛下，陈家中也突然有点事，也先行告退了。跑那么快做什么？跟有狗撵似的。臭小子，越来越没有规矩了，竟然敢踹人进上书房。平日陛下也没有命人在外拦臣的习惯，那你也应当按规矩行事，动不动就在宫中踹人，成何体统？好，臣不懂规矩，那臣以后再也不进宫了。子期啊，进宫见朕可是有事？子期的这句话他就不能接，若是接了，只怕是以后当真就不再进宫了。听闻陛下想要给白三小姐赐婚。是啊，朕也很喜欢白家小三，太后也十分喜爱这孩子。白家小三乃命苦之人，所以朕便想着亲自为这孩子赐一桩婚姻，好保他一生平安富贵。那么陛下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了？推荐上来的人选倒是多，不若子期与朕一同参考参考。这些人选里，子期认为谁最合适啊？户部尚书家的公子天生大小眼，面相不端；李将军家的公子身材太过壮硕；礼部家的小公子不过3岁，年纪太小；范忠诚大人的孩子还未出世呢，尚不知男女；穆郡王家的小世子脸上有道疤，样貌不好。萧杰面无表情地找出了所有方才下帝口中念出的人选的缺点。哦，对了，宋国公还跟朕推荐了他的孙儿宋燕，这孩子朕见过，倒是不错，人看着也机灵，而且听说书院里表现也尚可，又是一家人，日后也好互相照顾。陛下难道不知道近亲成婚大多都会生出痴傻儿吗？那也只是个概率问题。若是你情我愿，朕也不能拆散一桩婚姻，不是？萧杰没说话，但能感觉到眼神不是很爽。哎呀，那朕再看看吧。不管怎么样，也得为白家小三儿挑选一个靠谱的未来夫婿才好啊。既然子期这般宠着这孩子，不如同朕一起参考参考。给33挑选的未来夫婿必须要有过人的容貌，武艺更不能差，且需文武双全，德才兼备，各方面都必须得是佼佼者，而且须得陈过目同意了才行。过人的容貌，高超的武艺，文武双全，德才兼备，各方面都是佼佼者，这些条件应该不会有人比眼前这个人更符合的了吧？谁能比得过子期呀？子期与这白家三小姐似乎渊源不浅，对白家小三也格外关心宠爱。朕看着你长大，却还未见过你这般关心一个小丫头啊。也许是有渊源。当初若不是允心剑带路，他也不会去斗兽场，也不会碰巧救下那丫头。或许也真如市井传言那般，越是凶猛的男人，便越是喜欢可爱的小姑娘，这倒是也说得通啊。如此，朕也会让人把人选名册和画像给你摘抄一份，送到你府上去，让你过目。劳烦陛下了。福公公见战王殿下走了，这才敢出声。陛下，就战王殿下的要求，能满足条件的本来就不多，还需让殿下满意的，恐怕……就看子期有多疼这孩子了。那如果……无伤大雅，若是能成，自然更好；若是不能成，自有别的一番美事啊。哎，朕所言也是出自肺腑啊。战王殿下又进宫了。是啊，娘娘，听说来的时候战王殿下挺生气的，还踹了上书房的侍卫呢。是吗？莫不是陛下又给战王挑选了几个战王妃吧？不清楚，陛下和战王殿下在里面聊了好一会儿呢，谁都不知道说些什么。不过今日早朝的时候，陛下提起了为丞相家三小姐订婚的事，现在满朝文武大臣都在举荐三小姐的未来夫婿人选呢。你说什么？陛下要为白家小三指婚？是的，娘娘，如今宫内都传遍了，丞相大人还不愿意呢。但陛下铁了心要为白家小三指婚，如今正大张旗鼓地挑选白丞相未来夫婿，这阵仗可比公主挑选驸马大多了。皇上亲对白家小三这么上心，难道是因为她是宋小慈的女儿？
那娘娘，咱们怎么办？陛下给他指婚，本宫可管不着。难不成本宫还让陛下不旨啊？本宫可没那胆子跟陛下叫板，估计平阳都要被气死了。宋小慈生前他就不如他，得不到白丞相的心。这宋小慈死了，自己女儿还被宋小慈女儿压了一头，亏他还是皇家出去的，真是没用，一个小丫头都拿捏不下来。周围嬷嬷宫女们也不敢搭话。皇上不是说让人推荐合适的人选给白家小三儿当未来夫婿吗？这女孩子吧，这辈子就靠2件事扭转命运，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宫女们纷纷垂首，一副虚心听教的模样。这第一便是出身，若是没个好的出身，那这辈子也就那样了。看看这宫中这般多有姿色的美人儿，为何偏偏有的能成为人上人，而有的却只能一辈子伺候人？可不就是因为出身吗？所以投个好胎可比什么都重要。这第二嘛，便是嫁人。若是投个好胎，嫁人嫁不好，那这辈子可真就毁了，再无扭转命运之日。若是嫁得好，便一生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所以这白三三嫁什么人，可是关系到她这辈子的事儿呢。灵儿，娘娘，去跟家里那边说一声，也推荐几个人选过去，而且想尽办法让皇上选中。记住，推荐的人选一定不能是什么少年才俊。奴婢醒的，娘娘放心。还有，把这事透露给丽嫔他们，让他们几个也进来掺和掺和。是，娘娘。不行，三三的婚姻大事可不能由陛下做主，若是三三不喜欢怎么办？娘，先别急，陛下给三三赐婚倒也未必是坏事儿，这说明陛下十分喜欢三三，即便是赐婚，对方也不敢有任何怠慢三三，不是？可我觉得三三还小，此时谈婚论嫁会不会为时过早啊？哎呀，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如今陛下已经是铁了心要为三三指婚了，命令大臣们纷纷举荐合适三三的未来夫婿人选，所以我们如今要想的办法是在人选上。老二媳妇儿说的不错，此事原本算圣恩福泽，陛下赐婚可算得上是皇家喜事，足以说明陛下对三三的喜爱程度。可不是每一个孩子陛下都会有这个心思来插手的。不过我已经向陛下推荐了燕儿，这事儿我也会多向陛下提起，希望陛下能将三三许给燕儿，如此三三也能回咱们宋家了。唉，也只能如此了。但若是给三三许个不好的夫婿，我老夫人即便是抗旨，也是要进宫去讨个说法的。说起来，我也想丫头了，许久没见，过几日去相府看看去。而宋燕刚回来便听说了此事，那脸色就立刻黑下来，当时便去找宋国公了。怎么了？这么晚来找爷爷，有什么事吗？爷爷先前不是说把三三妹妹许给我吗？原来是此事啊，是说过。怎么了？那这件事还作不作数了？当然作数，这孩子怎么会突然来找我问这件事啊？那皇上为三三赐婚，放心，这件事爷爷会为你做主的。多谢爷爷，孙儿打扰了。这孩子平日里话倒是不多，一到关键时刻还是不错嘛。侯府什么？陛下要给三三赐婚？是啊，怎么你也想指婚？陛下怎么说？陛下下令让文武百官推荐合适的人选，如此大张旗鼓，已经相当于变相为白家三小姐招亲了。哎呀，就连公主可都不见得有这待遇啊。对了，在朝上，宋国公还推荐了自己的孙儿宋燕呢。爹，您看我怎么样？你确定？子轩是我的好兄弟，他妹妹就是我妹妹。三三这么小，要是被指婚了，放眼整个夏朝，年纪适合的除了我，应该就没有更好的人选了。我儿子的脸皮这么厚，是跟谁学的？所以，陛下如果非要指婚的话，爹爹也可以把孩儿的名字写上。我可不想让你去霍霍白家那三丫头。爹，孩儿所言当真，三三的丫头，孩儿也较为熟识，又是子轩的妹妹，便多了几分亲近。若是陛下将三三指给一个不良之人，那这丫头的后半辈子就毁了。所以爹爹可先把孩儿推荐上去。你知道，爹爹通常不会拒绝你的请求，可是你要明白，这可是终身大事，不仅仅是你的，也是白家三小姐的。若是陛下当真钦点了你，那这事儿便定下来了，白家三小姐便会成为你未来的妻子。在这儿可不是闹着玩过家家呀。再者，且不说白家三小姐曾经痴傻，也许脑子现在依然不好使，以后也可能还会复发。她现在年纪还小，尚不足6岁，而你已经1时有3，若是赐婚，也要等上至少6、7年才能完婚，你可等得了吗？爹，孩儿想求娶白家三小姐白三三，请爹爹成全。他可以等着三三妹妹慢慢长大，
若是长大了之后三三妹妹不喜欢他，他就再去求陛下解除婚约便是。既然你心意已决，那为父想尽一切办法，也会为你把这件事办成。谢谢爹爹。正在酣睡中的三三浑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人惦记上了，他少有的睡得这么沉，还做了一个梦，梦里他找到了一把剑，而从此以后那把剑变成了他的贴身之物。可忽然那把剑满身沾了血，变成了一柄血剑，他很难过，他在颤鸣，仿佛想要呼喊，一阵阵颤鸣仿佛从九幽之下而来，举天悲鸣。白三三缓缓睁开眼睛，是我的。就在此时，身体忽然感觉到了一阵轻盈，周身散发着一阵淡淡的流光，丹田之处也渐渐有一颗如星辰般的点在凝聚成形，同时方圆数十里的灵气全部朝着这方汇聚，像是被吸入了一个漩涡一般，疯狂涌入了三三的身体。这是怎么回事？天上为何有此异象？如此浓郁的灵气，莫非是有人渡劫？不像是渡劫，莫非是那即将出世的东西？风雪很大，挡住了人的视线，而灵气汇聚的地方离得他太近了，反而让他们根本无法判别出具体的位置。此时在距离上京不远处的一座浓雾笼罩的山里，山中有一水潭，水潭面上凝结出一层冰，如一面明镜般漂亮，隐约能看到在冰层之下仿佛有一道硕大庞然的巨兽倒映盘旋其中。忽然冰层突然炸裂，一只触角从冰层之下探了出来，浓郁的灵气同时在往这里汇聚。可就在这个时候，原本朝他涌来的灵气仿佛被截断了，全部转向了另外一个方向。正需庞然灵气伴随出世的巨影飞出个脑袋，却忽然又退了回去，整道巨影再次被压在了冰层之下。妈那个巴子，谁抢了老子的灵气啊？谁？冰层之下传来一阵粗鄙的骂骂咧咧，整座山都在震动，鸟兽四窜。要是让老子知道谁抢了老子的灵气，老子……声音越来越小，水面也逐渐归于平静了。而此时白三三的闺房中明明没有点灯，却亮如白昼。四月察觉到不对，和小魂一起赶到了门口。打坐。从房间传来一道命令的口吻，四月本想推门而入，但还是听话的就在门口打坐了起来。在四月打坐静下心的时候，忽然感觉到一阵神清气爽，通体舒畅，一股清凉流进了他的四肢百骸，洗涤着他的身体。同时四月的灵识也递进了一层，像是能够触摸到什么避障了，悟到了另一个层面的东西。结丹了，竟然这么快。按照他目前的修为，按理来说还没有到结丹的时候，怎么到先结丹了？唉，原本想要慢慢修炼的，太优秀也不好啊。大夫怎么说？老爷，大夫给夫人开了催吐药，但夫人不知怎么进了肚子里的药怎么都吐不出来，所以……不过大夫说夫人的身体看上去没什么大碍，也没什么明显中毒的特征，若身体有异，还是需要多观察观察。而且大夫还说，如果是长时间服用会导致神志混乱的药物的话，那可能便是查不出来的，因为这些药物可能本身是没有毒性的，但是长期服用或者大量服用才会造成一定影响。那三小姐呢？三小姐回去之后便睡下了，大夫要去看，三小姐侍女不让，把大夫扔了出来。不过大夫查验了夫人送给三小姐药膳食材以及夫人吞下的药粉，已经可以确定两者确实是同样的食材，而且那几样药材只要长期服用或是用量过猛，就会影响人的神智，严重的话便会造成痴傻。所以三小姐所言应该不假，这个妇人竟然如此歹毒。他更怀疑之前三三的痴傻也是平阳所为，这些年他虽对平阳无爱，但却也是将府中大权都交给了他，由他来打理，可实际却一次又一次的让他失望。老爷，不好了！什么事？好好说。老爷，夫人带着人出府进宫了。进宫了？你们没拦着？没拦住，也不敢拦呢。老爷，你也没说不让夫人出府啊，谁敢拦着夫人呢？夫人的性子，府中谁敢拦呢？平阳进宫必然是去找太后皇上告状去了，看来明日又不得安宁了。三小姐呢？三小姐还在睡觉呢，三小姐休息的时候，兰心院谁也不让进。听到三三在睡觉，白须安沉重的心也莫名轻松了点儿。唉，罢了，明日再说吧。战王府，安中冲着守在对面的安勇扬了扬下巴，安勇皱眉，歪了歪嘴巴，看向书房里面。两人没有说一句话，但面部表情已经充分说明了交谈的内容。殿下今天是怎么了？从进宫回来之后，心情似乎就很差的样子。不知道啊，
莫非是白三小姐被指婚的事？那也必须是这件事了。要不你去问问。你是想我死啊？谁让你是殿下的贴身侍卫？殿下不会杀你的。哼，你看殿下那样子，像不会杀我的样子吗？今儿这有点不正常啊。莫非真是陛下赐婚白三小姐的事？殿下觉得自己疼着宠着的白三小姐要成别人家的了，所以十分不爽。终于，暗中轻咳了一声，转身跨进了书房。有事吗？殿下，相府出事了。说。殿下，刚刚从相府那边传来的消息，今日三小姐回去之后，便跟另外2位小姐产生了争执，后来便闹出了说丞相夫人下毒谋害三小姐的事，然后三小姐把毒药全都灌进了丞相夫人的肚子里了。不愧是白三小姐啊。不过那么点大的三小姐到底是怎么做到走到哪儿欺负人到哪儿的？上回在皇宫不是还打了妃嫔来着？你也太凶猛了吧！如今还给丞相夫人皇上的妹妹灌毒药，这……他忍不住抬眼看了一眼世人口中的煞神殿下。说起来，这白三小姐倒是跟殿下还挺般配的。萧吉也愣了片刻，虽然怒意没方才那么重了，却皱起了眉。然后方才传来消息说，丞相夫人带着2小姐和4小姐已经连夜进宫了。没死吗？他还以为丞相夫人被三三毒死了，方才正在思索应对之策。既然没死，那就不需要那么麻烦了。殿下这口吻怎么听起来还挺失望？没，还活着。那药不会致死，只是会影响人的神智，长期服用会造成痴傻。痴傻？再仔仔细细的把这件事原原本本的说一遍。是。暗中把刚刚过来禀报的人喊了进来，让那人一五一十的把在相府发生的事儿说了一遍。原来给三三下毒，想让三三变得痴傻，是近2个月的事。那以前呢？会不会也是那个女人下的毒手？殿下，丞相夫人若是去宫中把这件事告诉太后和皇上，去调查丞相夫人身边能开口的人，尤其是查清楚原丞相夫人难产而死的原委，以及这些年白三小姐痴傻的真相。是。这一天晚上注定是不平静的一晚。主子，那平阳公主昨夜进宫了，我担心会不会是去告您状的。告状？是啊。今天天气不错，进阶了。昨夜便进阶了，多亏主子当时让我打坐，所以我的修为才能提升到这么快。咦，主子好像也不一样了。啊？四月觉得主子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了，但又说不出来。没什么，主子，相爷在外面等您，宫里派人传话让您和老爷进宫。三三嗯了一声，也不在意。不过出门的时候，他又往东南方向看了一眼。昨夜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出事呢，我感应到了，应该是量级和小魂差不多的东西，不过后来便没了气息，也不知是怎么回事。等我金丹巩固2日，便去看看好了。你说三三给你灌了毒药，母后，若不是老爷偏心那丫头，儿臣也不会因为家里的事来您的寝宫。好歹儿臣和老爷当初还是赐的婚，嫁入相府却受到这种委屈，除了母后也没有人能为儿臣做主了。可哀家看你这不是好好的吗？母后，这是不会致死的毒药，是只要服用过量或者长期服用就会变成傻子的毒药。变成傻子？三三还是个孩子，是怎么做到给平阳把药灌进去的？但看平阳这副样子，也不像是在说谎。且无论白三儿给你下毒是真是假，你既已嫁入了相府，你与相府家眷之间的事儿，便是你们白家的家事儿，如此大张旗鼓的闹到宫里来，成何体统？你以为人妻就要有为人妻的样子，哪有像你这样带着俩孩子往宫里跑的？母后，那您就纵容白三三给儿臣下毒吗？如此大逆不道的行径，你们当真要宠着他吗？今日他敢给儿臣下毒，明日就敢谋害亲爹，如此妖女岂能容他于世？会不会是误会？你先别急，此事哀家也不能听你一家之言。这件事儿哀家本不该插手，属于你们白家的家务事儿，但既你已来到了宫里，哀家也不能不管。哀家已经派人去召白丞相和白三儿进宫了，等会儿哀家再好好问问。母后，白三三不是孩儿所生，怕遭人闲话，孩儿也不敢过于管教。这么久以来，对这个孩子向来也纵容，什么都由着他。从前不听话便罢了，如今更是变本加厉残害姐妹，还对孩儿下毒。此等行径若是不严惩，日后长大了还得了？平阳恳请母后严惩白三三。若白三真做了这些事儿，着实应当严惩。本来就要变傻了，再撞脑袋会傻得更快。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原来是你告状吗？都这么多年了，平阳这任性的性子还是没改。到底是公主殿下自小娇生惯养，若是有受不了的委屈，倒也是正常的。平阳自小嫉妒心变重，
从前他便不喜小慈，如今白家小三又与他娘亲长得如此相似，朕担心的是他会因此迁怒那孩子。那若是白三小姐真如公主所说，残害姐妹，给她下毒，那便必当严惩。陛下，战王殿下来了。夏帝并不在意，似乎早在意料之中。臣参见太后。白旭安领着白子轩下跪行礼，只有白三三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起来吧。请太后恕罪，这本是家务事，却没想到闹到了宫中，怪臣治家不严，才会出如此荒唐事。既然你们都来了，那就好好说说吧。你夫人连夜进宫找到哀家，哀家也不能坐视不理，此事便给你们当个说理的人。平阳说你女儿白三三残害姐妹，还管她喝了毒药，可有此事？母后，你一定要为孩儿做主。孩儿这些年为相府做牛做马，如今却落得个这么个下场，孩儿命苦啊！闭嘴！在白旭安准备开口的时候，白三三的脚步缓缓地踏了出来，一步一步地走到平阳身边。三三，可有此事？你是问我有没有给他灌药吗？你当真这么做了？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原来是你告状吗？三三，启禀太后，事实不是这样的。太后，母后，您看到了吧？这丫头到现在还如此嚣张，毫无半分悔改之意，在您面前都这般无法无天。白三三，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王哀家如此疼你。我这个人向来公平，你没有想杀我，我便不会杀你。可你现在想杀了我，而且还很聒噪，而我一向不喜欢麻烦。你要做什么？白三三瓷白的小脸平静的吓人，喉咙碎了便不会这么聒噪了。这眼神让平阳顿时浑身都打了个寒战。白三三，这里是永和宫，怎可如此放肆？三三，别乱来！三三，来人，把白三三拿下！住手！皇上驾到，战王殿下到。白三三的小手停在空中，好奇看了一眼外面，见状，白子轩一个箭步冲上前，把三三的小手包住，然后被白子轩拽到了另外一边。还好妹妹没打下去，否则真麻烦了。白三三平了下眉，感觉到一阵熟悉的气息。他刚仰起头，头顶就伸来一只大手，轻轻地摸了摸他的脑袋，是紫气。参见太后。免礼。母后，儿臣就是过来看看。参见陛下，参见战王殿下，免礼。不过一个孩子也值得太后娘娘在永和宫中大动干戈。紫气疼这个孩子我是知道，但却从未见过紫气在我面前这么生气过。臣有罪，明明是一件家事，却闹到了宫里，还惹得陛下和战王殿下来看笑话。此事朕也听说了，弄清楚事情原委之后该怎么办，白丞相自己看着办便好。但无论如何，平阳也是皇室中人，朕的亲妹妹，若是平阳所言属实，那么白丞相可得给朕一个交代。他再怎么想护着白家小三儿，但也是要分是非曲直的。白三三虽小，白丞相可不小，教子无方便是罪过，臣明白。皇兄，还请皇兄为臣妹做主。夏帝皱眉却没说什么。好吵，手痒，想打人。萧杰像是能感觉到他的情绪似的，又安抚性的摸了摸他的头。在那只大手的顺毛下，三三的情绪的确也平和了不少，手没那么痒了。做主？不知丞相夫人……不对，应该是二夫人。不知您要做的是哪门子的主？是你下毒谋害三三未遂，女儿栽赃三三未果，还是当年你害的宋小慈年轻难产而亡？殿下在胡说什么？我与殿下无冤无仇，殿下怎可污蔑于我？什么？紫气，你说什么？白旭安听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神色也变了。娘亲，是你害死我的娘亲！三三年纪小，心思单纯，只知道谁害了他就报仇回来，因此即便是面对着平阳的诬陷，他也不屑于解释。太后娘娘怕是不知道丞相二夫人下毒谋害三三在先吧？对一个不到6岁的孩子下毒手，试问二夫人是如何下得去手的？更是纵容自己的女儿污蔑陷害三三，如今又在太后和陛下面前胡编乱造，本殿倒真是不知二夫人和一个孩子能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至于你做到这种地步。若紫气所言属实，也就是说方才三三根本没有辩解一句，任由平阳在那陷害他。就连现在三三看上去都没什么反应，似乎对一切都不在意，只是看着萧姐也在认真听他的话。紫气，此言属实。战王殿下，没有证据的事可不要乱说，陛下就在这里，你这可是欺君之罪。丞相大人，对二夫人三三下毒一事，您应该也已经查清楚了吧？臣已查清楚，战王殿下方才所言下毒一事，句句属实，人证物证俱在。老爷，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请问殿下，方才您说我夫人宋小慈难产而亡，也与平阳有关，有何证据？我娘亲难产，是你动的手脚。你娘亲是生你死的，你
我有何干系？他小手欲抬，想要给他一袖子，但小手刚动就被身边的一只手捉住，按了下去。等会儿，是与不是，问问当初的产婆就知道。产婆？小姐一扬手，一名老妇便被推了进来。是你？就是你当初为我夫人接产的？相爷，笑话！当初白33娘亲临产时，除了接产的婆子，大夫也在外面。她本就是难产而亡，你们却偏偏要编出个好歹来，以为找来婆子就能污蔑了我了吗？平阳公主，有时候害死一个人，并不是一定要下毒不可，不是吗？如实交代。婆子看了一眼平阳，在接到平阳威胁的目光的时候，草民什么都不知道啊，不知道啊！宋小慈难产而死的事，虽然我知道平阳刚刚在说谎，不过却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害得宋小慈难产而死的。他往前走了2步，走到了产婆面前。夫人！此时产婆的眼睛里的白33已经变成了宋小慈，披头散发浑身是血的宋小慈大着肚子朝他一步一步走来。贵呀！不是我，是公主要我这么做的，不是我。毒妇，说，你到底是怎么害死我夫人的？导致难产的原因有很多，并不一定是胎儿太大。根据草民接生多年的经验，草民就是用了个不容易被发现的方法让夫人难产。说，这爹还挺暴力的。我说，相爷饶命，夫人鬼魂饶命！我说。草民多年接生，便明白了一个道理，并不是因为胎儿过大才会引起难产。在夫人快生产之前，公主召见了草民，还给了草民好多的金银珠宝。问草民有没有什么让孕妇在生产的时候不知不觉死去的方法。白旭安此时听到这句话已经想杀人了。平阳这个时候整个人都瘫在了地上，目光呆滞。娘亲问完之后，公主又给了草民很多银两，然后安排了草民给丞相夫人生产时接生。草民便明白了公主的意思，心想反正也不会被人发现，便答应了这件事。于是草民便在夫人生产时故意错乱了她呼吸的节奏，导致胎儿无法出来。如此往复，夫人便精疲力尽，胎儿也迟迟无法出生，便导致了难产。而时间一长，夫人便错乱呼吸的频率也能导致难产。我的小慈竟然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死的，竟然只是因为这个妇人这点小动作导致的难产。草民说不出个什么所以然来，反正若是呼吸对了，胎儿便很容易出来；若是呼吸反着来，便很容易导致难产。产力异常，所以会难产。产力异常，所以会难产。三小姐说的不错，臣参见太后陛下，战王殿下。怎么他这永和宫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跟菜市场一样了？说来人就来人，殊不知这早就已经是萧杰提前跟夏帝打过招呼的。免礼，你将你知道的如实说来便是。是，陛下。婆子所言不假，错乱产妇的呼吸频率会很容易导致方才三小姐所说的产力异常，让宫缩失去节律性和对称性，从而导致难产。生孩子也是需要产妇顺利而生，若产力异常，婴儿便会被卡在里面，无法出来，那么产妇也会出现生命危险。而若是产婆存了异心，故意引导产妇生产不顺，或是在导致产妇焦虑，出现心理异常，那都会出现难产，严重的话甚至一尸两命啊！没想到本是接生之人，竟会如此歹毒。我万没想到，小慈竟然会是死在你的手里。老爷，不是的，他在骗你，是他们屈打成招逼他这么说的，他们都想害我。你还敢狡辩？宋小慈是我这个身体的娘亲，也是我的娘亲。若是没有宋小慈将我生下来，我不见得能这么快找到自己的最后一缕残魂。生育之恩，我总是要算上的。杀人偿命。地上跪着的产婆忽然悬空飞了起来，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锁住了。三三，妹妹除了力气大，还会内功。太后和夏帝更是瞪大了眼睛，满是不敢置信。是妖女，你们看到了吧？白33就是妖女。饶命！这2个字，你去地府里对我娘亲说，而我只负责送你下去。话落下的瞬间，他手腕忽然发力，清脆的断骨声传入了所有人的耳朵里。三三心中虽然解气，可却并不赞同33的做法。
产婆在抽搐了几下之后便不再动了。死了。我的小可怜儿，竟然杀人了。夏地看了看萧杰，却发现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只看着白三三。白双儿和白玉儿被吓得尖叫，现在害怕的哭了起来。萧杰看了一眼安中，安中立刻把白双儿姐妹带到了后殿去。被吓得呆滞在原处的平阳顿时清醒过来。你要带我女儿去哪？不许带我女儿走！你算什么东西，把女儿还给我！安中没搭理他，看到他们走了，白轩也松了口气。到你了，妖女，你走开，走开！老爷，救命啊！母后，皇兄救救我！白三三，这可是永和宫，不可胡来。丫头啊，别冲动。三三停下脚步，看向夏地。跟你有关系吗？夏地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我在处理我娘亲的事，跟你有关系吗？这里是皇宫，永和宫，岂容你如此胡来？不管怎么样，他不能让三三在这里杀了平阳。即便平阳有错，可他是皇家人。这话说出来，夏地自己都觉得有点心虚。白旭安担心陛下治罪三三，正要上前，却接到了战王殿下的眼神，让他自己来，免得丫头憋屈。白三三说完之后，便不再看夏地一眼，回头看向了平阳。平阳想后退，但他的身体就像被凝固在了原地一样，根本无法挪动。小贱人，你娘亲当初死，也不还是你害的？她若不是为了生你，又怎么会难产？别以为你这样就能吓到我了。平阳，事到如今，你竟还不知悔改。悔改？我悔改什么？宋小慈不该死吗？明明是我先喜欢的你，凭什么她嫁给了你呀？我身为公主，在你面前那么放下身段，对你那么好，你却当作没看到，一副心思全在那个女人身上。你当我是什么？宋小慈野蛮泼辣，我哪点不如她？她不过就是个大臣的女儿，我可是公主，是公主啊！凭什么你们这么对待我？只要宋小慈在一天，你就什么都看不到我都给你做小了。可你还是天天跟那个女人腻在一起。只有她死了，我才能成为相府的女主人。只有她死了，你才能看到我，不是吗？白轩，要怪就怪你自己，是你害死她的。白旭安脚下站不稳，往后退了一步，脸色泛白。你在说什么东西？死丫头！住手！平阳！不知悔改。丫头，太后知道这件事自己不宜插手，可还是忍不住颤着声音开了口。白三三看向他，丫头，也是一条人命啊！母后，御医！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也没个声啊？娘娘，快说！太后娘娘病倒了，殿下正在身边陪着呢。那他们呢？白丞相他们呢？出宫回府了，是从小宫门走的，战王殿下随行，根本没人敢靠近，所以奴婢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废物！肯定是发生什么大事了，否则才不会搞得这般神秘。这世上最让人难受的事，便是秘密就在你眼前，你却无法去揭开它。母后，玉儿，你来做什么？母后，儿臣听说最近父皇要为白丞相的3女儿指婚，正在为白丞相招婿，母后也有举荐人选。是又如何？儿臣的太子妃还未有人选，儿臣瞧白家3小姐甚是乖巧可爱。你想都别想。为何？白丞相家门户并不低，白3小姐出身也算高贵，如今又尚未指婚，既然如此，何不把丞相家拉到儿臣这边来，日后也好尽心尽力为儿臣办事。而且母后别忘了，白三三身后还有国公府呢。虽然现在玉儿是太子殿下，可后宫里还有几个贱人贼心不死，还想扶持自己的儿子上位，尚不可掉以轻心。可是若是让自己儿子娶了白三三，我又觉得不甘心啊。那个傻丫头哪配得上我的儿子？那也不能当太子妃，那丫头即便要嫁给你，那也只能做小。母后，白三三是白丞相的嫡女，也是国公府最宝贝的外孙女。白三三若是要嫁给你，那也只能给你做小，否则此事便作罢。我是绝对不允许让那个傻子当太子妃的。母后，此事没得商量，你下去吧。是。见段誉走远，身边老嬷嬷才低声说了一句：娘娘，若是太子愿意，倒也未尝不可。您想啊，太子妃既可以立，也可以废除，而且这婆婆终究是压媳妇儿一头的，您还担心那位白三小姐日后骑到你头上来吗？此事就是不行，要怪就怪白三三的娘亲，本宫是绝对不会让她的女儿做大的。即便没有白三三，太子未来也是要继承大统，本宫才不会让她日后在宫中来作威作福。白三三也才几岁的孩子罢了，怎么可能会到宫中来作威作福？即便是等到日后，那皇后娘娘始终都是皇后娘娘，
哪怕是太子妃见了，也是要恭恭敬敬的。恐怕皇后娘娘还是记恨当年白三小姐娘亲打了她那件事儿，以至于现在对这位三小姐都有阴影了。三三妹妹，三三，上回我送你的玉佩还在吗？玉佩？哪个？好像是被子期不小心捏碎了的那个。三三妹妹，你记住，以后若是有任何人欺负你，你便派人拿着这块玉来找我，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我都会来找你的。可是什么玉佩？你送给三三什么了？宋妍这小子，还想送玉？送一个我碎一个。对了，主子，那梅心院那边就这样了吗？有的时候活着未必是件好事。四月只是偷偷抿着一丝笑意，他知道分明是主子看在太后的面子上，所以才放了平阳公主一马，只是让她神智变得浑浊。但四月不知道，平阳除了神智被错乱之外，每晚还噩梦缠身，生不如死。小月最近话多了，以前小月话很少，有些话即便想问也会憋着，对谁都冷冷冰冰。现在喜欢笑，也喜欢说话了。主子是嫌我话多吗？战王殿下说的对，主子不爱说话，我便要多说说话才好。哥哥在做什么？大少爷回来之后便去了祠堂，如今这个时候应当回自己的房间了。祠堂？三三眉心微动了一下。是夜，三三难得独自一人在相府里走动，小小的身子踏进了祠堂，却发现白须安也在祠堂中。三三，你在哭吗？没，就是刚刚风有点大，眯了下眼睛。三三看了他一眼，然后收回了目光，嗯了一声。你还从没来过祠堂看你娘亲。以前的三三痴傻，连爹都不会叫，更别说来祠堂了。后来好了，但也没来过。谢谢你把白三三生了出来，很遗憾还没有见过你，但你放心，你的儿子和家人我自会抚障。三三，叫声娘亲吧，你娘亲还没听过你叫她呢。娘亲。小慈，你听到了吗？三三都好了，咱们的女儿不傻了，她还会喊你娘亲了。如果你在的话，该多好啊！可恨我这些年对三三也没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小慈，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三三呢。想哭就哭吧，男人哭不是罪。白须安原本还压抑着自己的哭腔呢，听到三三这么说，顿时忍不住了。我其实并不能理解哭是什么样的情感，但我知道凡人在遇到难过的事的时候哭出来便会舒服。白子璇方才去了一趟兰心院，听到四月说三三去祠堂了，便打算过来看看。没想到刚走到门口，便见到父亲抱着三三痛哭的一面。他怔了半晌，旋即又往后退了一些，免得爹爹看到自己在会不好意思，若是看到自己，恐怕就会马上板起脸了。白须安哭了一阵儿之后才收敛好了情绪，他看向白三三，目光也渐渐地凝起了一抹深思。你想问我什么？三三一句话便道出了白须安的心思，这种敏锐的洞察反而让白须安神色更复杂了起来。三三，你的武功是跟谁学的？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我的武技是跟谁学的我也忘了呀。事实上很多时候我都是自学的，打架打多了自然就会了呀。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白须安懵在了原地，没懂三三这话的意思，莫非是有位高人偷偷教的？若是如此，既然高人不愿意露面，他也不宜多做打听。无论如何，你都是我白须安的女儿，是我相府千金，从前是爹爹不好，日后必不可能再让你受委屈。白三三看着他没说话。上一次三三说为人父母也是一门功课，望爹爹白读了四书五经，竟连这个道理到现在才明白。人心本复杂，事无十全十美之人，知错改便是了。三三转身准备离开。三三，上次你说爹爹有进步，那这一次呢？白三三眼中有一丝诧异，却没有回答白须安的话，缓缓转身，继续迈着小步子走出了祠堂。白须安心中忽然沉了下去。很好。白须安原本沉下去的心瞬间雀跃了起来，原来得到女儿的夸奖，竟比加官进爵、名利双收还要令人来得开心激动。丫头，你考虑好没？
要不要跟我们走？跟你们走有什么好处吗？老夫说了，只要你跟我们走，我便教你修行之道，收你为我入室弟子。这是多少人都求不来的机会，你竟还要考虑这么久，你是舍不得他？见玉竹听到自己这句话的时候神色的变化，洛平也看出了玉竹的心思。丫头，你可知，若是你不跟我走，这一辈子你连他的头发丝都触摸不到，他跟你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应该能感觉得到吧？感觉到你在他的面前是多么渺小。玉竹皱紧了眉，沉沉的眼睛幽暗的见不到底。洛平言尽于此，说完之后便离开了。我会了，可惜他不在这里。本来是想过来专门让他看看的。玉竹拿着从厨房偷来的点心，雀跃地往后院去了。这么冷的天，他不会冷吗？你做甚？没做什么。点心。饿了。饿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听到另外一个方向传来一阵吵闹声，好像是白双儿和几个公主千金正在欺负一个年纪小点的女孩子。玉竹看着那边，神色没有一丝波动，不过她还是从地上捡起一颗石子儿，指尖弹了出去，但并没有打到人，而是落到了地上，蹦跳了之后才弹到了白双儿腿上，也不疼，只是周围扫了一眼，什么都没看到，也就没在意。发力不对，他用手掰下来一小块点心，指尖轻轻弹了出去，只见那软绵的点心瞬间就凝成了一颗凝实的石子，射向了白双儿的腿。双儿你怎么了？你看这样就打中了。万物有灵，天地之间皆有灵气，只要深谙其法则定律，天地间的一切便会为你所用，比如他们。再次抬起手，一时间只见漫天的树叶全都朝着他头顶飞了过来，在他手上方汇聚，随着三三手的动作也在空中不断的变换，一时变作一个圆球，一时散开变成一只巨大的飞鸟，一时变作一个阴阳太极印。玉竹看得匪夷所思，眼中也浮现出了一丝向往。你想学吗？这个孩子是罕见的灵根，若是不教他点什么，总觉得有点可惜。虽然我没怎么收过徒弟，但指点指点还是可以的。我想学，我便教你一些，你天资聪颖，总会学会的。只不过下次不要带太咸的了，我喜欢吃甜的。行。玉竹从回忆中回过神来，看了一眼眼前这棵老树，才缓缓转身离开。听说最近陛下在为白家三小姐白三三招婿呢，我听说书院里的大部分公子都送上了庚帖呢。哎呀，我也听说了，不过白三小姐还那么小，就为她招婿了，这若是要等到成亲，岂不是要等很久啊？丞相嫡女千金，又是国公府的宝贝，又如此得皇上太后欢心，哪一家不想去沾这个喜头啊？即便等也是等得起的。可白三小姐不是个傻子嘛，虽然说她好像好了，可看起来还是一副傻乎乎的样子，而且也不上课，年纪小小便仗势欺人。就算娶了她呀，以后啊也只是娶了一尊佛爷回去供着吧。不过你说的倒也是，而且我还老看见宋小公子和侯府的云州小世子去找他呢。你说他是不是有什么狐媚术啊，或者有什么妖法？嘘，小点声。那位白家二小姐不是说了吗？当初他们家请了道士做法，那道士啊都被白三小姐给吓跑了。哎呀，可能真是什么妖女啊。玉竹目光冰凉，眼底泛起一丝血色，他从旁边取下一根藤蔓，缓缓朝着他们身后走了过去。云一侯竟会费这般苦心为云小世子求娶白家小三儿，这白家小三的能耐倒是真大，竟连云一侯都出面了。那陛下的意思？夏帝看着眼前堆成一摞的庚帖和画像，原本因为平阳的事，他还想把白家小三的事放一放，但真相大白过后，他却只觉得亏欠这孩子更多了。若不是他下旨让平阳嫁给白旭安，也不至于害死小慈，也不会害得这丫头年纪小小便没了娘亲。哎，朕觉得吧，这宋家小公子也不错，若是指婚过去，日后宋家定会好好待他。可那日战王殿下不是说表兄妹之间？哼，他什么不说？这里谁没被他说过？在他眼里，就没一个能配得上给白家小三儿当未来夫婿的，还说跟他商量。你看他像是跟朕商量的样子吗？送去的庚帖和画像，哪个没被他撕碎了又派人送回来？这个臭小子！陛下说的是，别说战王殿下这里了，就连太后那边都得过目。太后娘娘对白家三小姐招亲一事也是十分上心，就是不知道最后这白家三小姐到底花落谁家了。殿下说，属下认为白家三小姐还年幼，又贵为相府嫡女千金，身份尊贵，如今指婚还为时尚早，不如殿下去求皇上收回成命。你说的不错，三三天真烂漫，单纯善良，柔弱年幼，这些人又怎么配得上她？我刚刚说过吗？而且天真浪漫，单纯善良，柔弱年幼，
这真的是形容的白三小姐吗？难道白三小姐打人的时候，殿下眼神不太好？殿下，暗中平眉，正要继续说什么，看到萧杰看向他的眼神，他立马改口：殿下说的对，这些人又怎么能配得上白三小姐？若是三小姐嫁过去了，受欺负了可怎么办？知人知面不知心，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啊！三小姐怎么能嫁给这些凡夫俗子？不错，若是三三嫁过去受委屈了怎么办？况且她如今年纪尚小，现在就许下婚姻大事，若是以后她不喜欢了怎么办？这终身大事岂能此时便定下来？你说的对，所以不若把这丫头养在身边，等她长大了，找到自己的心爱之后，再让她出嫁。暗中表示他保证没说过这句话。可是殿下，陛下不是已经……萧杰不等他说完，直接大步跨了出来，旋即直接走出了书房。我真的没说什么呀，莫非是我说了自己忘了？爹爹，能不能让陛下收回成命？陛下怎的不止别家千金，天生盯着我们相府，或是换个人给白双儿、白玉儿指婚不成吗？怎么就偏偏要给三三定亲？偏偏云州也去求亲了？这个知人知面不知心的东西，还背着我玩这一手。我把他当兄弟，他竟然想娶我妹妹。还有那个宋烨，难怪整是怪怪的，原来也在打我三三的主意。哼，想娶我妹妹，门儿都没有。你当为父没求过陛下吗？陛下心意已决，我有什么办法？你可不许胡来。这件事如今已经闹得满朝皆知，陛下大张旗鼓的为三三招亲，不可能就此作罢。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陛下此举像是别有用意。别有用意？我也说不上来，但按理来说，陛下再喜欢一个孩子，也不会为了一个臣子的女儿做到连公主都没有的待遇，且还是这种情况。所以恐怕此事还有下文呢。在四月陪小环玩的时候，忽然一阵疾风刮过。四月察觉到不对劲儿的时候，原本还坐在院子里休憩的三三已经不见了。主子，小环闻了闻，化作一道黑雾追上去了。是战王殿下。他平了下眉，循着味道也追了出去。乖乖，是我。我知道。终于，萧杰抱着他落到了上京的一处高楼之上。好高。此时，一道黑影也飞了过来，出现在三三的肩膀上，凶狠地冲着萧杰呲牙。萧杰冷冷地看了一眼小魂，身体内的允心也颤动了一下。小魂，安静。小魂这才收起了那副攻击的姿态，小脑袋也在三三的掌心蹭了蹭，发出嘤嘤嘤的亲昵撒娇声。这真是失魂兽。四月虽然能寻到三三的味儿，但因为萧杰飞的速度太快，他根本追不上，所以很快就丢失了目标。你找我所谓何事？萧杰缓缓摘下自己脸上的面具，三三看着他的脸，还是会好看的让他移不开眼。他喜欢好看的事物。乖乖觉得我好看吗？好看。那喜欢跟我在一起吗？跟你在一起。萧杰点头，他知道看样子三三并不知道陛下要为他赐婚一事。既然三三不知道，那他就不说，当没有这件事儿。只要三三愿意待在他身边，他便去找陛下拿下和三三的婚事。先让丫头待在自己身边，这样自己也能名正言顺地护着她。等到他日后长大了，有了喜欢的人，再与他解除婚约。如此他也不用担心三三这么小便与不知根底儿的人订婚，也不必遭罪，更不用担心他受人欺负。与子期说熟也不算很熟，不过既然我还是很喜欢让他抱的，那就应当是喜欢跟他在一起的。所以三三思索了一阵之后，便点了点头。看到三三点头，萧杰整个人都怔了一下，呆滞地看着三三，有点受宠若惊，也有点难以置信。乖乖，在这里等我，我很快就回来。在三三目光下，身影一跃，便飞离了这个地方。我还没问呢。子期，你来的正好，正刚好想跟你商量商量那2位天玄门的客人的事。他们在夏朝一待便是2个多月，到如今也没个什么说法，反而成天往书院中跑，也不知意欲何为。陛下，何事？萧杰摘下面具，那张异常俊美的少年脸上是同往常不一样的肃冷和认真。就是这么一个年轻的孩子，竟撑起了夏朝的半边天。不知陛下还记得当初曾赐给臣的一道圣旨吗？记得。他记得，还是那日他特地召了子期进宫与他商量婚事，但无论如何他都说不动这个臭小子，所以一气之下便下了一道圣旨，还让子期带了回去。那陛下可还记得那圣旨上写的是什么？当然记得。陛下当初在那道圣旨上所提的乃是4个字：奉旨娶妻。听到这4个字，夏帝面色也有点不太自然。毕竟这个圣旨下的着实是有点荒谬，但当时着实生气，加上又想让子期早日把婚事定下，所以才会下这道圣旨。没曾想今日子期竟主动提起来了，是又如何？既是陛下的圣旨，
那便是金口玉言，不可更改。启禀陛下，臣要娶的人便是白家三小姐。你说什么？臣要娶的人是白家三小姐白三三，不知陛下的圣旨还作不作数？我已经想好，与其让三三和其他人订婚，倒不如先跟自己订婚，由自己守着小丫头，否则她跟谁订婚，自己都放心不下。在自己的眼中，谁都配不上三三，而且一想到那个丫头奶糯糯的找别人要抱抱，自己就有了一种想要把那人砍了的冲动。此时，三三正一边站在原处等人，一边观光。忽然看到一道巨大的黑影扑向了一条街上的人群中，人群顿时尖叫，逃离四散。怪我，怪我，快跑！黑色巨鸟发出一阵尖锐的啸叫，朝着路上的一个小男孩俯冲而去。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只见一道残影掠过，地上的男孩瞬间消失，而那巨大的喙也一头扎进了地底里。